吹风机对发型的影响也很大。我现在发现，我原来觉得吹风机只是吹干头发的速度不一样，但是我现在发现吹风机对头发的影响也很大。对，我回上海了。我用的那个吹风机我以前还推广过了的，不知道我的橱窗里还有没有，你们可以去找一下。我觉得蛮好用的，我忘记是什么牌子的了。我们每周直播是3场啊，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对，我说我能不能在头上涂点皮炎平啊？我真的觉得有点痒，我涂一点吧。真觉得有点痒，我觉得我涂一点会好一点。人家这上面写了，可以用于局限性瘙痒。是的，皮肤太干了，因为我在武汉的那几天，我们家没有护肤品，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只能用香，你们知道啊？好，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姐姐，我昨天中午用了你的话术，晚上就拿到米了，我的妈呀！来，我给你置顶一下你的评论，你这个评论给你置顶一个。你用了哪个话术啊？我们这个直播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送4000个币的礼物，可以排队连麦。然后呢，大家有任何关于感情啊，或者关于人际社交、关于向上跃迁、关于人生成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连麦讨论。然后我们每周的直播时间刚刚给大家报过了，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我们也有相关的系列的 class 和我们的社群啊。就到我们左上角头像点开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大家给到一个圈圈的入口。大家要连麦的宝宝也一定要先从圈圈里面看我们的连麦规则，好吧？来，我们直接开始连麦了啊！男生不可以连，男生不连啊！男生连麦要上华子。我们没有，就是我们认为所有的规矩都是可以被打破的，就看筹码够不够。Hello， 你好。哎，您好，曲曲。你好，你说，可以听到是，我想说一下，主要是想问一下我跟现在这个人的感情的发展，然后未来的可能性，还有是我要怎么做。然后对方呢36岁，是围城内的，我们已经从在一起已经7、8个月了。这个人是我的前男友。我们是19年在一起的，然后20年年初的时候疫情口罩的时候分开的。分开的主要原因呢，也是因为他做生意相当于是投资失败，然后而且当时也有负债，差不多是500-600。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人，就是我们19年到20年在一起的时候，对我基本上是有求必应。他是比如说有100，他能给我花90的这种。20年离开以后，他20年的9月份，20年离开以后，他当时是跟其他人在一起，那个人呢是帮助了他很多，然后替他还了钱，说快一点。好，替他还了这个米，然后后面呢也介绍了他一些新的发展和一些东西，然后去年和好以后呢，就感情逐渐的是在回温，但是前段时间就是今年的过年的时候，然后我比较作，一直我都可能比较作，然后又作又闹，就闹得比较大，然后我还有说摊牌，说要找对方去摊牌，然后前面他还一直在哄我，后来就可能闹了3天吧，然后他觉得我脾气太大，然后他跟我说分开，但是呢他说的是其实一直都想着以后，说希望我能够等3到5年。现在他不能走，因为他还需要对方的人脉和资源。然后紧接着就过年的话，就是他们回了老家，就一直都还比较冷漠，就是每天只会发2、3条信息，就早上起来发一条，睡前发一条。
然后说话也没有什么特别亲昵的称呼，就一下子就是回到比解放前还解放前的那种，就特别失落。让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哦，对，我们19年到20年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异地，然后只是每个月就我飞到他的城市，他飞到我的城市，这种各一次。现在也一直异地，和好以后到现在也一直没有见到。我不知道就是说的话，就是说让我等3到5年，他肯定会怎么样？这个有可能性吗？还有就未来我们的发展，然后包括就是这次我不是很作嘛，我不知道要怎么做去挽回，就是还有没有可能性？你多大呀34。你34了。嗯，你这个毛病是全部出在眼高手低的毛病上了吗？我跟你讲，你现在说这个，他跟你以前在一起的时候，他是单身吗？对，是的。然后是因为跟你分开之后，他找到了一个能够帮到他的另一半，是的，所以他们俩结婚了，是的。对吗？然后现在他是在围城内，他现在跟你和好，有实质性的表示吗？他没有钱，就是他现在基本上还是属于全部依附于对方。对方的话，差不多身家是一个小目标吧，然后在新一线城市，在当地的区也相对比较有名，然后在某平台也比较厉害，然后对方能给他提供的物质需求很多，但是他没有实质，这个男生没有实质的钱，就他需要用钱的时候都需要跟对方去提。你自己盘一下这个事儿，你自己觉得你有什么机会？你自己觉得你有什么机会？你自己捋一遍，你自己觉得你有什么机会？你在这个3人关系里，你有什么价值？你有什么机会？我当时有提到说，比如说，就我拿这个当时欠这个人的钱，就是小1000嘛，我说把这个还了，然后相当于就不用等这3到5年，但是他不愿意。你是不是疯了？也不是，在别人眼里，你这个什么小1000能有什么作用啊？他跟你在一起，他又会回归到一个穷光蛋，你又会跟他分，他不会，他怎么可能这样跟你在一起啊？他说就是最后就是3到5年会努力，然后如果说能挣到40了，是的，40了，你有什么价值啊？我很想知道你的自我价值评估是什么？为什么我上来跟你讲的第一句话叫做你是一个眼高手低的女人？你从头到尾对自我价值没有评估，你拿什么让你在那个女人之间让她选来选你？你现在就好像一个选美比赛，人家第1项看颜值，第2项看身材，第3项看谈吐，第4项看什么什么这那，你有什么？你在哪一轮评委能把你的分打得比他高？就是可能唯独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过去的感情的成分在，然后还有就是我其实也就只能说是身高长相我比对方可能会强，但是实际上的价值确实是没有对方能给予的多。你身高长相真的强吗？你40岁的时候还强吗？对不对？你自己评估一下这个事情，你到底有什么核心价值让他选你呢？对不对？你说曾经的感情，你们那个曾经的感情有分量吗？真的有分量，为什么你们没结婚呢？对不对？他当时出问题的时候，他也没有跟我提，就如果他比如说500的话，就是我们其实也能拿得出来，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你也说了，哎呀，他对我有求必应，你是那个出水口，那个女的对他有求必应，那个女的是个进水口，他进水口不要你这个出水口，你动动脑子好不好？不要感情用事。今天既然连了这个麦了，咱们就不要那么感性，稍微的理性一点。那就是觉得未来也没有什么发展可能性。有鬼的发展。你30出头的时候人家没有跟你在一起，34岁了人家也没有跟你在一起，你到40岁还想让人家跟你在一起，你的价值是下滑的，你凭什么让他在高价值的时候不入，在低价值的时候入？干嘛抄底吗？你们40岁的人生有抄底的可能性吗？我一直以为这是爱情。天真。你要跟我谈爱情，爱情是什么？
爱情没有实质性做基础吗？温饱才思淫欲，对不对？爱情是淫欲的一种美化的表达方式，我这么跟你讲。那你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底下的东西都没有了，你还跟我谈什么？还谈精神层面？我是觉得就是现在，我的米也是够我们俩基础的花费，但是肯定给不了他那么高的。要饭算了好不好？你们两个人风餐露宿跟你出去要饭算了，基础花费，你动不动谈个基础花费，我的妈呀！男人比女人更想少奋斗10年，这个是亘古不变的真理。除非这个男人才16，但凡这个男的稍微的脑子长熟一点儿，他一定比女人更想少奋斗10年。你愿意跟别人风餐露宿，别人不愿意跟你风餐露宿。不至于风餐露宿，就是因为我的现金是有2000，然后房子也是有。小姐，就你这套东西，你要是真的能在他那里过关，今天还需要跟我聊吗？这个男的自己心里不知道权衡利弊吗？对不对？我只是告诉你，他想要的是资源，他想要的是，他的想法就是他要的是实惠，实惠，懂吗？他有那样的实惠，他可以养无数个像你这样的女人。他没有那样的实惠，他还要跟着女的一起在外面风餐露宿，他图个啥？那我是要现在就结束吗？还是你不结束你怎么着呢？你都34了，你既然觉得不愿意花男人的米，你就去找个不用给你花米的男的，也可以往下走。那就是因为中间有尝试锻炼，但是就是很痛苦。你痛苦呢？怎么谁痛苦谁改变，对吧？我跟你讲，你的痛苦来自于你内心当中的眼高手低，你想要的东西你匹配不上，这个是你痛苦的来源，你匹配不了。你匹配不了的时候，你觉得我没有办法攀爬到他那个高价值去匹配他的高价值，但我能不能试着把他拉到我的低价值来跟我匹配我的低价值？你这不纯扯淡。那就我还需要跟他讲什么吗？就是直接就拜拜了？直接就拜拜了？讲什么呢？他会来找你的，我告诉你，但是呢没有意义，明白吗？你心里要的是婚姻，这个男的能为了你结束他的婚姻，我投给你。他能在一个身家亿万的女人跟你中间选择你，你太看不起金钱的力量了吧？真的是，你太不是太视金钱如粪土了吧？如果只说钱的话，就是我们家条件是不差的，只是我给不了他要的那种浮华的那种东西。不重要，好不好？不要自己在那找补了。你的这套逻辑在他那过得了关，早就过关了，好吗？好的，好的。好，好，拜拜。你们别动不动的就爱是要拿现实做依托的，爱是要拿现实做支撑的。这个男人他喜欢那个没米的女人，那是因为他自己也挣不着米，懂了吗？人家你们真的，你们要多跟男的进行这种对话的话，你们就会知道，男人想得很明确，知道吗？他很多时候他选择的女人是一种他无奈的选择。他怎么个无奈法呢？他没有米吧，他也知道自己没什么志气，没什么能力，他只能选择一个愿意跟着他过的女人，对吧？但是这个男人，这个就叫无奈之举。但是这个男人需要依托一个女人的财富来成就自己的野心的时候，他也只能选择一个有财富有地位的女人，哪怕这个女的没有那么美，哪怕这个女的没有那么年轻，这个也叫无奈之举。但是无奈之举对他来说是目前他能找到的一种最实惠的解决方案，这已经是他经过了权衡利弊之后做的选择了，不需要你再告诉他这个利弊了。这种时候还存在那里谈什么爱来爱去的，你们的爱是拿什么做依托的呢？对不对？人家放着，就像你说的，人家放着金山银山不爱，就爱你破铜烂铁。虽然你也不是破铜烂铁，但是
但是你绝对也不是人家那个金山银山，对不对？我们呢，有的时候啊，把自己看低一点，知道吧？你呢，不要对于人性有过高的期待，把自己也看低一点。你宁可说把自己看成一个破铜烂铁，你也不要觉得我自己是个有公益感的破铜烂铁，我还能跟那个真金白银搞一搞。你这不多少脑子有点大病呢，是不是？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角点点关注啊！左上角点点关注，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宝宝加个粉丝团。你恨不得倾家荡产给他是吧？让他跟你在一起，哼，想得出来。我跟你讲，那些被嘎子骗了的也都是你这个脑子。他手上还有小1000，他把那小1000都给跟那个男的过生活去了。你愿意跟他风餐露宿，他就得愿意跟你风餐露宿，是不是？他最后拿着你这个小1000跑了，让你一个人风餐露宿，他继续拿着你这个小1000去跟他那个富婆谈条件去了。你看外面有女人能够跟我给小1000，你还不看着再多给点，这个才是事实，懂了吗？哼。你们，你看我是不是很爱你们？你们说喜欢我们家的狗子，我就把我们家的狗子带过来了。以后我要想翻白眼的时候，我就不翻了，我就让他来翻白眼。我们每周直播3场啊，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大家连麦的宝子送4000个币的礼物排队。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系列 class 的，要进我们金贵的社群，与更多金贵的小伙伴相链接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大家给到一个圈圈的入口。想要连麦的宝宝也要先从圈圈入口里看我们的连麦规则啊。来下一个。对啊，我把狗子带来了，这个狗叫白眼狗。别人都是白眼狼，我这是白眼狗。Hello， 你好。你好，哎，蛐蛐，蛐蛐早上好，听得到吗？听得到，你说。我直接说我的情况啊，就是有男一，然后多年前就是围城过，然后分开了，有 baby 的，然后呢现在多偶，然后有不是吗？不是，他跟别人7、8年的，然后我是95的，所以差了16岁。你顺着说话，别一下跳。这个男的是有过婚史的，对，就是他现在是单身状况。对，是，对，然后我俩差16岁，然后现在他多偶也有女的跟他住在一起，给他生猴子的，然后是因为家里人介绍的，本来呢是想着介绍我说去他那里看看有没有什么工作接洽，没想到后面就歪操作了。认识1年，然后亲密过很多，但是就没一起打过牌。然后刚认识的时候呢，跟我说要给他生猴子，说生猴子生一个1000大米。然后我那时候说先给我买个车，后面也没实现。然后光系从一开始就是他主动变成我主动了。然后后面的话呢，就约会过挺多次的，但是就是没发生过那啥。然后后面呢，我找有问题嘛，然后找他借40个 40米，然后他已读不回。然后在开口之前，2个人约会过好几次，就是然后本来前几天就去见面嘛，本来态度的但不是1对1的啊，然后但是态度觉得有点变了，还说什么不想耽误我，奇奇怪怪的话。然后呢前几天喝多了，给我发消息说要看什么性感照片。他以前也是很奇怪，就是一喝多了就是说要我给他发什么性感照片。我就说这个男的到底是想怎么样？然后我的问题是现在就是我还有没有可能就是从他身上就是得到我要的东西？对，然后你还有男二吗？这个是明显就来白啥的是吧？你说话就像脑子不好用的一样，你知不知道啊？真的，你是不是自己觉得自己贼聪明？你说话就像脑子不好用一样的。这男的，你刚刚问的问题是我还有没有可能还从他身上得到我想要的？这个问题要成立啊，首先是他曾经已经给过你很多了，现在停止付出了，我未来还有没有可能拿到更多？
我听了听半天，他给你啥了？就感觉没听你课之前还感觉，他身上蛮有可能，但是听你课之后，感觉好像是不是就秀肌肉的呀？就秀光吗？你看，你看，这不是思路打开了吧？你看，这男的不就是个画饼男吗，大姐？但身家差不多有几十个，屁事啊！身家差不多。现在就反正就这种男的直接下一个是吧？就也不用引导，不用啥。引个毛的导啊！真的是，你都开始反扑了，人家屁都没给你就开始反扑了，你还想引导？你这是引导别个白皮，你引导啥？那如果我不跟他搞那个恋爱关系的话，能不能直接让他开口就帮我安排个工作啥的，或者这种有没有可能？就换种方式开，但是人家搞不搞咱就不知道了，是不是？因为在这个男的眼里，你的人设就是一个不需要花米的人设。好，这个知道了。好，下一个男二，就是家里人认识的围城内，然后没发生事儿之前呢，他借了我20个 W，后面发生了，然后我想说这种情况的话，那20个 W 还用不用还？借的就要还，这是我们一向给大家说的，在我们这里不想还的，我就从来不说借，那就是要，那就是给，那就是送，没有说借的，说了借就必须得还。知道了。除非他自己亲口说那个不用你还，那可以。那反正这件事情就一直拖着了。我听不懂啥叫一直拖着，就是他不提我也不提，我就觉得没有发生之前那肯定是要的，但是现在发生了，那不能白白付出呀。那你为啥不在发生之前跟人谈好呢？那个米我不还喽，你为什么不说这一句呢？你为什么不咬口呢？现在就这个情况没什么建议是吧？没建议，我们就是建议就是借了就要还，要不然除非你跟他说好，你说那个20个 W 你还要我还不？你问问看，要不你问问看，对不对？我知道了，你别自己往怀里作揖，哎。然后有个小男朋友，就没前面2个就是那么有实力，每边年纪不一样嘛，但家境也不错。但是跟他在一起，他好像我们刚在一起没多久，差不多就半个月吧，但后面就过年了，对，然后就异地，然后现在还没见面。然后他不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他跟前女友分手的话，是因为他不想那么快领快乐证，所以就分开了。那个女的想领快乐证，对。不想结婚。对。然后现在的话，我是觉得他各方面条件就是蛮适合领快乐证的，对。然后结婚，快乐证对，分开，姐姐。看了个啥？结婚，对。然后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引导，就是最后能跟他进入围城，就是要男的不想结婚，男的跟你说了这个话，就说明你不吻合他的择偶框架。没有引导的空间。就他已经在表达，就是不是说，但是他说的是他跟他前女友分开的原因啊。他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为了告诉你，我没有那么想结婚。但是他说我没有那么想结婚，不是因为他真的不想结婚，而是因为你不吻合他的择偶框架。他通过这样的方式委婉的表达，懂了吗？那这种情况，如果说跟他就是哪怕推进了，后面见了父母，得到他父母的认可也是没有用的，是吗？这种情况，你咋得到他父母认可？他为啥要让你见父母呀？这样子，他都不想跟你结婚，他都明着说了。那我这种要跟他摊牌吗？就是直接跟他说，就表达我现在是想要找个能够结婚的。当然啦，但说我是要找结婚对象的，那你不能耽误我时间，然后再让他表态啊。那他如果说就是现在刚在一起，慢慢来，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确实也没在一起多久，就多了解一下，慢慢来。这种话怎么？慢慢来没有用。我跟你讲啊，这男的跟你说啥其实都是屁话，知道吧？你刚刚说你多大来着？95的。我建议你找那种上来就是说我是要找结婚对象的，我建议你找这种男的。好，知道了。对，然后就是身边我感觉圈子还是不太对，然后现在就是说如果想要换圈子，除去读 MBA， 然后还有什么方式吗？我感觉是啥条件啊？读 MBA 普通条件，普通家庭，在一线城市有房，
普通条件，但是普通家庭，你去读啥 MBA 呀？又开始好高骛远。你自己挣多少一个月？我们自己做点小生意，一年都差不多50-60这样子，但是现在因为生意不好，所以现在不稳定，很难讲。你自己家里的资产总的大概有多少？我们家就普通家庭，然后房子的话，在一线城市的话就300多这样子而已。300多，一线城市300多，300多万啊！你们家人住一起？不，我自己住自己的房子。你自己房子，你父母还有房子？对，父母在老家。父母在老家，你在一线城市，你不是这个城市的是吧？对，但是来这里已经10几年了。你自己来10几年，买了一套300多万的房子，对，现在价值300多万的房子，然后对，全面好的时候年收入大概50-60，现在不行了，不行了的情况下还有多少收入呢？不行的情况下就不稳定啊，就很难讲。那没收入，你车呢？什么车？普通的车，就小奔驰这样子。读 MBA 太费钱了，我主要是觉得读 MBA 太费钱了，你还不如把所有的你直接去找对碰的渠道还靠谱点，直接去找对碰的渠道。相亲吗？这个词是不能讲的，要不然为什么我要找替代词呢，小姐？就是直接找对碰。像那种平台吗？还是什么？什么都可以，这种的话会快一点。你不要通过那个什么曲线救国了，还读什么 MBA 啊？那种 app 呢？那是如果在网上认识的，我说啦，全部。这样子。好，好吧，行，我知道了。拜拜。好。他的讲话的方式，就是给我的感受就是他自己觉得自己非常聪明，但是呢，他实际上脑子稀里糊涂。我们最怕的就是这样的客户，知道吧？因为呢，这种客户到我们这里来以后啊，你就算是1v1的过程当中，他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跟你讲的所有的东西，他都要先推翻一遍你的逻辑，问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不那样？那我觉得应该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事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事是那样的。他会极大的拉长你的服务周期，他所有的目的都要弯弯绕绕，你要跟他解释10000遍，而且他还不一定会做，因为他内心他不认可。他就像那个他们这种的，就有点像那抄，就是你小时候成绩不好啊，你抄别人的卷子，他还要进脑子思考，他自己个成绩稀巴烂，他抄别人卷子的时候，他还觉得别人这题做的不对，那题做的不对，属于这样的，知道吧？就是抄好学生的卷子，他还不直接抄，他还要我再琢磨一下，我觉得这题他做的不对，我觉得那题他做的不对，就是这种类型的，抄不明白，想的太多了。不要想太多，有的时候啊，我跟你们讲，拿结果说话，就是你在这条路径上吧，确实他没有出结果呢，你就找到那个有结果的人以后啊，别人说啥别人说怎么搞你就怎么搞，会快一点。虽然说别人的路子肯定里边很多环节你是不认可的，他的路子在用到你身上也不一定完全能行得通，但是总归比你自己的那个路子成功的概率要高，就是这样。这狗头显得我跟你们讲，我养狗也是这样的，我就喜欢拿那种特别丑的。我小的时候就养那个法斗，知道吧？就是别人每一次看到那个狗都会说，哟，这好丑啊！因为那个时候养那个狗的人特别少，没有几个人养，每次我把它抱出去，我还把它抱着，然后别人就往后直躲，这个怎么这么丑？然后每次别人就会再看我一眼，哎呀，这么漂亮个小姑娘，怎么养这么丑个狗啊？我觉得特别好。以前我有认识，我本来是那种人群当中的中心，
然后那种男孩子出去以后，所有的人都盯着他看，再也没有人盯着我看了，我就很不高兴。我不愿意跟那种特别好看的人在一起。狗也是一样，不要找那种很帅气的大狗，找一个丑的，它就能发挥它的作用。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角点个关注啊！我是认真的呀，我真的是认真的呀。我找帅的男生只能找那种就是说7分的，超过7分的帅我就不喜欢了。我真的就不喜欢了。那我对他的喜欢可能就是一次性的一次性的喜欢。对这种超过7分的帅我就不长情，我就很渣。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加个粉丝团，没有学习过我们金贵的关系，没有进金贵的社群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大家给到一个圈圈的入口。还有啥来着？要连麦的宝宝送4000个币的礼物，排队连麦啊！来下一个，男生不连啊，男生不连。Hello， 你好，你好。11111222222。你好，你好，可以听到我说话吗？说。就是我有点卡。就是他是那个，干嘛呢？这是？他是那个他是那个围城内的，然后就是给我刷了100吧，然后后来我们就见，给你刷了100万的礼物。对，然后后来我们就见面了，然后见面之后他是对我挺好的，就是那种就是我想干嘛就干嘛，就是对我100%顺的那种。然后现在就是他给我平均1个月是3，然后之前说要给我买车，去年，然后但是因为去年后来他就没有一直赚很多，这个事我就没有继续去跟他说了，因为他跟我说就是条件不太好，然后现在我就是觉得这个有点少，然后我就继续做回那个了，然后这不是做回主播有什么不能说的呢？你好好说话。那个的，你搞得跟猜谜似的。然后就是我跟他说的理由是我就是说自己快30了，然后需要更多的安全感和米，然后他是不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觉得我就是在背着他找下一个，但是我就是单纯觉得不够。然后小姐啊，你等于说你一跟这个男的好，你就没直播了呗？有断断续续在播，然后对断断续续的，然后因为就是我也没有什么状态，然后一直播的就不是很好，然后现在这几个月播的收入就是跟他给我的就是差不多吧，然后我就在想就是我要不要就是但是他就是很不高兴，然后我就在想我要不要边哄他边播，或者就是见面了之后怎么样，就是要不要跟他谈我要不要继续去播，或者就是要不要就是说车的事情这样子。不用哄他，我建议你好好直播，我建议你不用哄他，好好直播找别的大哥，这是我对你的建议。我建议你重新起盘，重新再找一个，因为你跟这个男的相处已经搞臭了，知道吧？这个棋已经走烂了。为啥呀？走烂了？因为你自己太喜欢当软骨动物啦，明明就是要靠直播赚米的，结果跟一个男的好了就不直播。妈呀！跟一个男的好了，你就开始想偷懒，就这也不想搞了，那也不想搞了。你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男的就看不起你，男的看不起你，他觉得你没价值，他觉得你没价值，他就不愿意高投入。现在把这个事儿变成了，他先是觉得你没价值，不愿意高投入，到后面变成了说，拿了一点小米，他就要开始管控你，你从原来的听话变不听话，你的整个就是处理越来越差。就是因为他不想让我播，我就有断断续续在播，也没有想又怎么样呢？本来刚开始是你是话语权的掌控者，因为你是主播，他给你刷了100万的礼物才跟你见的面，你才是那个站高位的人，你是可以提出我对这个游戏规则的要求的。
我的游戏规则就是一，你要给我多少多少一个月；二，我就要继续直播。这个是我可以列规矩、立框架的东西，你没有做，你在那一瞬间，你选择了自动降入低位，自动听他安排，这本质上就错了。那现在没有什么办法，就是我不认为这个男的有那么大的实力，我认为你应该换一个，这个就是我对你的建议，不是办不办，你播你的，不用哄他，他自己哄他自己，他能哄得过来，他自己哄，他哄不过来，你也没有必要就花这个心思去哄，因为你如果好好播的话，我相信你除了赚你现在直播的这份收入，也能把他给你的这部分生活费赚出来。那我车的话，还要去跟他提吗？就是让他帮我住。我告诉你，这种东西只有一种实现可能性。你在后面直播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了新大哥，他慌了，他过来跟你说：“我给你把车买了，你别播了。”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对你的建议依然是：车我要，但是播我得继续播，你自己消化。这是我对你的建议。你要是做不到，可以去跟他提是吧？可以跟他提车的事儿是吧？啊？我可以跟他提车的事是吧？我说的是让他自己说。好，谢谢啊，谢谢。拜拜。我们家狗都看不上你们这脑子。每一个女生就是这样的，但凡有一点机会可以偷懒，她就开始做软骨动物，就不想自己站立了。我告诉你们，直立行走这个东西，一段时间你要是不练习的话，你很快就走不了了，很快就走不了了。那一台车放时间长了，它还开不了了呢，对不对？直立行走是一样的呀，你天天瘫在个床上，你有一天就下不了床了，好吧？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啊？就是那个男的，一个超级富翁，他娶了一个超级美的女的回来，然后因为他觉得那个女的太美了，他就在家里弄了一个悬在高空中的台子，然后让那个女的躺在上面，然后他每天就看着那个女的躺在上面，他就在下面办公。你们有看过那个电影吗？就是这样的呀，就是这样的呀。除非啊，这个男的真的给的足够多的情况下，对吧？但是你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事业。他不喜欢你直播了，但是你也得干别的，对不对？你也不能停止社交，你也不能停止自我提升，也不能停止学习。你得让他觉得你要不然能够有更多的钱，要不然能够有更多的光环，要不然能够有更多的智慧。你的价值在生长，而不是因为当我给你米的那一天开始，你的价值就止步不前了。我跟大家说过了，这个世界上没有止步不前这件事儿，这个世界上只有不进则退，没有原地踏步，只有不进则退。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原地踏步的时候，别人都在往前走，别人都在往前走的时候，你就是退步。尤其是你身边的这个男人，他在持续稳定的给你一种物质付出的时候，如果你原地踏步，他其实是在往前进步的。他在往前进步的时候，就会趁着你退步的越来越狠。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后面很多的家庭主妇没有办法再去掌握他们的家庭的核心原因，对吧？因为你的自我价值没有了。没有关注的先点波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来下一个连麦，学习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来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大家给一个圈圈入口。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到你们最喜欢的小伙伴那里。每次说了这句话我都感觉自己白说，但是我还是要说我要挣扎。君 ，Hello， 你好，君你好，我就有点紧张，然后我现在先交代一下我的情况吧。我是37岁，然后北京人，然后呢是我国快乐证的，没有孩子。然后我是在去年的时候，
因为动了一个大手术，然后在我们那个病区，然后认识了一个男的，我们都是病友，他是围城内的，然后还有2个孩子，然后因为当时就是口罩的原因，然后所以我们都是没有就是家人陪同的，然后在那个病区里面，我们都是还有另外2个朋友，我们都是互相鼓励，然后就一路走过来了，然后到出院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一直有联系，然后慢慢的就是有了感情，有了感情之后，然后就也就那个了嘛，那个了之后，然后我们2个就是聊过一次，然后他因为当时跟他在医院认识的时候，他其实也是跟他的现任是分居的状态，已经好多年了，然后大家就是说那个意思是因为跟我认识了之后，然后就想分开，然后跟我在一起，然后当时我也就没有说追问说具体的期限呀，或者是怎么样的时间，就是这么相处的。然后我们相处的话，就是其实还是挺舒服的，然后价值观呀什么的都挺一样的。然后我在北京的，然后是体制内的，然后工作跟那个什么的话都很稳定，然后我也就是没想过就是搞很多钱，对钱呀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追求啊，不好意思啊，有点紧张啊，然后那个就是想就是踏踏实实的过小日子那种，然后跟他这个的认识呢，其实也是属于意外。然后到现在我们也认识了差不多8、9个月了，然后我其实就想跟他再往下推一下这个关系当时，然后那个在过年之前，然后我跟他说了一下，我说这个事儿怎么弄，但是他就是还是老是那种就是有点怎么讲，就是有点拖吧这个事儿，然后就是说说想等那个老2，然后考完试啊，然后就这样那样的。然后我就之前就是想断联，因为我就是想就是奔着踏踏实实过日子去的嘛。然后那个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现在往下应该是怎么样的，因为他虽然说不是在1线城市，但是他在他那个地方就是也是算是过得比较好的。然后我们在一起，然后他也是。就是也基本上全都是他在就是啥条件呢？啥条件啊？他就是算是一个他们那儿的一个那叫什么，就是一个主管吧，一个公司的主管是这样的。那也没啥条件呀。就是因为我也就是啥收入水平啊？因为我看你看，就是1年的话应该是40到50 W 吧。妈呀，搞什么嘞？这搞什么嘞？换人！你们不要觉得我老是劝你们换人，你们这搞的个什么？又有围城，还2娃，收入1年40个 W， 他这跟你跟他好干嘛？你吃人家残渣剩饭干什么嘞？就算是我不谈，他现在就是扯不了这个快乐症，就算他能扯这个快乐症，你跟他好什么啊？他跟你在一起还是得把那2个娃前面那个家养着的，一把年纪的人了，他那个女的难道能自己养那2个娃？他还不得把那个家养着？你吃啥？你残渣剩饭？你搞这个事有没有点性价比呀？但是他那个2个孩子都已经都很大了，那怎么样呢？很大了，不用养了，不用买房了，以后不用结婚。就是他在他那个地方是有多余的房子的。怎么这么幼稚啊？啊，你自己没养过娃，你不知道养娃什么费用，你不知道中国式的家长给孩子都是什么样的一个付出状态，他自己没什么水平啊。你这种他要2个娃，你说你去搞这一下子，你说人家你不说很多，你哪怕他有个什么3、5千万的身家，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才有个基本面。人呢？哎，我的天哪，可能是我不接地气了吧？我们可能是我不接地气了吧？好吧。叫啥？默默鱼。
默默于人呢？怎么连不上呢？唉，我知道直播间里很多，我知道直播间里有很多的人都觉得40-50万挺多的，但是我真的想说，如果一个人还养2个娃，1年才挣这点米的话，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徘徊在温饱线的人啊。你接着说来。就是因为刷到你的那个视频就是比较晚嘛，所以我也想改，但是就是一时半会儿真的是调有啥呀？你才几个月啊，小姐，你才几个月？是这样的，我跟你讲，一个37岁的女人，单身女人，你要考虑什么问题？第一，要不然就是能够跟你迅速进入围城，建立稳定长期的婚姻关系的男人，要不然就是找一个未来能为你养娃的男人，就这2个概念，没有第3个概念。你这个男的靠哪头呢？我就想问问，靠哪头？因为我之前就是跟我前任当时扯那个快乐证的，其实主要一个原因就是我没有什么大的原则性问题，我们真的就是纯合不来，然后就分开了，然后因为我就是在我自己家，然后也不能说算特别好，但是就是小康状态，然后也不就是家里也是拆过迁的，然后房子什么的倒是都是有。我就是你以后要把你们家拆迁的房子去贴补他们家那2个娃吗？难道你差不多得了啊？你这都聊到哪儿去了？这都。我都没那么想，我就是想。你现在说这个话，你不就是有这个预期了？你说这个话啥意思呢？我也不用他那么有钱，我有，你这不就是那你有代表什么？你有代表什么？这个男的实打实的，他是有过婚姻，有2个娃的。我不谈他现在扯不扯快乐证，他有2个娃，有婚史，这个是事实吧？他1年就这么切收入，这是事实吧？你现在还开始盘算起你们家的财富水平来了，关你们家财富水平什么事儿啊？你找个男的，难不成你要贴他？你贴他就算了，你贴他前面2个娃。哎呦我的妈呀！你们这真的是巴黎圣母院不把你们收了呢？真是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呢？我建议你换人，我没建议了。好吧。那我就换人。好。就是可能我这个状态就是属于我就是之前就是因为有一个朋友他说我有点那个依恋型焦虑人格，然后别跟我扯那人格这人格那人格的，别扯这人格那人格，知道吧？这人格那人格什么都是，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不目标导向，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把目标锁死，所有的一切行动、语言、情绪围绕自己的目标来操作，你就没有这依恋那焦虑了。目标感没有，不知道自己往哪个方向走，天天指着自己情绪化，我爱住了，我伤心了，我难过了。哎，你有个屁用啊！你的目标是什么呢？你就是被情绪牵着鼻子走，先把目标锁死，再来谈我现在该展现什么情绪，你就没有那些这人格那人格的。是我也是，就是认识你太晚了，就是要是早个10年8年的就不至于，因为你之前那现在就是最早的时候，你从这一秒开始，你跟我停止啊，停止！你个恋爱脑，37岁恋爱脑蛮吓人的，还有家里有拆迁房的，蛮吓人，你知道吧？我怕你到时候真的把所有的东西都送给别个了，为了你那个轰轰烈烈的爱情，我真谢谢你。好的，曲曲，好，就这样，拜拜。拜拜。所以我跟你说，不怕女人年纪大，就怕女人年纪大，恋爱脑，还有点钱，那算是见了鬼，知道吧？女人年纪大，恋爱脑，你要是个
琼博一也还好，就怕那个女的年纪大，恋爱脑还有点散米，那就完了啊！到时候就是连买带送，买一赠十，你们的最后就是买一赠十，知道吧？别个女的没米就算了，把自己栽出去就栽出去了。你们不是，你们是把自己栽出去了，把自己的身价都搭进去。到时候那个男的好啊，他到时候也回去跟他媳妇儿说，我跟你说噻，你不要在乎我跟那个女的怎么样，因为我就是把她的米拿过来帮我们养娃。是不是？回去那男的回去跟他那女的做思想工作去了，知道吧？那女的也不管他了，回头就天天让他跟你好，是不是？哎，家里那个不管他了，管他干啥呢？放他出去奔呗，是不是？本来一年只有40个，现在奔出去之后一年有80个了，对吧？多开心多快乐！那女的万一换了是个想得开的女的，真的直接不要那男的回来了，说人不用回，米回来就行了啊。娃在家里等着那个买婚房，那可还行。来，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还没有学习过金贵的关系的啊，没有把这个教科书好好看一看的，还没有进过金贵的社群的，没有链接到我们这些金贵的小伙伴的们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大家给到一个圈圈的入口，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圈圈找到金贵的关系，同时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连麦规则，先学习连麦规则，再来排队啊。我们排队是送4000个币的礼物，排队连麦。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曲曲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的情况。那个我是40岁，然后年收入大概50万左右。然后，我朋友的话是51岁，然后年收入差不多三四十，然后是国企的一个小领导吧。19年4月份认识的，然后中间的话接触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差点分手。也跟这个曲曲连过麦。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没有。然后的话，现在我们是准备结婚了。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个彩礼是30W，然后他就觉得有彩礼是很 low 的一件事情。他说我到时候结了婚把钱给你就可以了，你干嘛要彩礼？就是他说把工资卡给我，我说你既然都已经把工资卡给我了，你婚前和婚后给有什么区别呢？你为什么不能跟婚前给呢？然后他也就默认了这个事情。然后因为我不想要钻戒嘛，所以我就说买了一块手表，然后大概是13W 吧。然后现在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准备结婚了，然后准备去拍那个结婚证的照片。然后是准备2月14号结婚，但是他一直都不提那个彩礼的事情，我现在就有点纠结，这个彩礼怎么搞，要不要和接不接，怎么接，怎么开口这个事情，我就是想问一下。是接不接问的是个啥问题？都要领证了肯定要接啊，直接要啊。今天几号啦？彩礼什么时候到位呀？今天就转给我，还是明天转给我？他就说要筹钱，他现在说你快筹啊！你筹到哪儿了？不要耽误我们领证的日子。就是你筹了多少了？你告诉我，你筹了多少了？你就这样问他，你筹了多少了？筹了多少了？你先转给我，快点，后面你再慢慢去筹。你说还什么？我还要不要？那话都谈到这份上了，不要。好，这个是一个事情，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因为他也有一个小孩嘛，已经研1了，然后现在的话，我们是准备结婚，就准备要小孩，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和他名下都有2套房的，他名下有一个是全款，一个是贷款的，然后的话就是，因为他已经给他的
这个孩子已经留了一套房子了，就相当于他除了名下以外，还另外给了孩子一套房子。所以我就是想问一下，怎么去保障以后我们两个要小孩的这个小孩的一个保障？因为他父母也在，然后他的女儿也在。如果万一他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相当于是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是没有什么保障的。就说要不要去沟通一下关于房子的孩子的事情？现在就别沟通了吧，什么时候？你们那个到时候要备孕再沟通嘛？你现在沟通？我们现在一直在备孕，就是准备拿了证就准备那个。拿了证再开始沟通这个事儿，证没拿你别沟通。那如果后期拿了证沟通的话，怎么开口比较好呢？直接说呀。那未来我们的小孩子他的方方面面你是怎么打算的呀？你要跟我说一下呀。他肯定说他来管呀，也不用我操心。但是房子怎么说呀？教育的基金怎么说呀？有没有这方面的打算想法呀？直接问呐。他方方面面到底有几个米子啊？没多少钱，没多少钱，那你跟他说打算不也白打算了的呀？但是我想的话就是要不要把那个房子留一套，到时候就给孩子直接，这样会好一点点。那他家里不跟你扯皮，别人都已经说好了的事情，你去搞。不是啊，他除了这2套，他另外已经给了1套给那个孩子了。啥意思啊？他孩子不知道他现在要把别的房子给他们吗？不是啊，他孩子一下已经有1套房子了呀。所以呢，他现在有还有2套房子。对，2套房子现在他是前面跟你说他要给儿子，还是什么意思？没有。那你就直接说嘛，你说那你这房子以前的给了，后面的房子就是不是要留给我们小孩的，对吧？就这样说啊。好的，那我知道了。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虽然认识很久了，但是前段时间准备结婚才去他家，然后他父母的话就给了我一对镯子，反正也不是很好的镯子，反正就是，然后去之前我就跟他提过，我说上门是不是应该有红包的事情，然后去的时候他爸妈也不知道我那天要去，然后去了之后然后临时就给了一个镯子，也没有提红包，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这个事情。你几岁啊？你40多岁了，你咋天天的搞那些20岁女孩子搞的事情啊？婚结了就完了啦，别人要给彩礼，把彩礼哄过来就完了啦，你还要怎么样啊？别个一把年纪的父母，他又不是没结过婚，还这么给红包搞这搞那的，你那么麻烦呐？我是觉得就是他好像就是很多事情没有去，就比方说我要到他家去，他应该提前跟他父母说吧，就是我不太懂他的思维模式。他不说，还是说他本身就他没有不说吧？他应该也说了吧？他不说你们就这么愣着去的，直愣着去的。你过年嘛，他爸爸妈妈就直接说我不知道你今天要过来啊什么什么的。那你有跟他沟通吗？你说我去之前你没有告诉过他们吗？我还没提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觉得，不是你不觉得你自己很奇怪吗？他邀约你去他家里的时候，你没有问一句吗？你说你跟你爸妈都说过了吗？你没有问一句吗？我想的这种事情不都是提前说好吗？你怎么可以想当然？他为什么不能想当然呢？对不对？那如果万一他那个钱没有到位，那我那个领证的时间是不是就往后推？对呀，那肯定啊，那这个米必须到位啊，这是你已经前面跟他已经说好了的事情啊。好的，那我知道了。好，谢谢曲曲，拜拜。哎呦，我大概有点概念，40岁1次婚没结过的，好像是他好像是。然后我上次好像跟他说了蛮多，我们好像还剪辑了的，好像。哎呀，40岁的女人不要一天到晚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还要怎么样那还怎么干啥呀？先哄到手再说呗。我们那个干妈都是这样的呀，先哄到手再说呀。她不给你搞那些，让你搞这搞那，她不用，她只会以让你帮忙的名义，让你帮我做个这个事儿，帮我做个那个事儿，但是她不会
他不会就是像那些小女孩一样又要红包又要彩礼又要这又要那，他不会的。他就是让你帮他，比如说，哎呀，我车坏了，你帮我修个车吧，他会这样。哎，比如说，哎呀，我们家这2天那个热水器坏了，他会这样。他会通过这种方式来让你为他做一些动作，但是他不会就是又是让你给彩礼，又是让你搞这，又是让你搞那的，他不会。因为你这些行为给人家那男的心想着说，我找你本来就想着不用搞这些麻烦事儿，结果没想到你怎么一天到晚的跟那些20出头的一样，又要搞这又要搞那，麻烦死了，是不是？别人就会觉得麻烦。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边给大家一个圈圈入口。要连麦的宝宝送4000个币的礼物排队。来下一个。不是年龄是硬伤，年龄上去了，认知没跟上，情感阅历也没跟上，对吧？你没结过婚的男的会怎么？本来就是这个女的难搞，对吧？他试试是不是真的那么难搞？一试真那么难搞，下头是吧？Hello， 你好，你好，你好。这个53860002什么玩意儿的说话 ？Hello， 说话呀！不说话，下一个。下一个。Hello， 你好。Hello， 曲曲。哎，你说。听得到吗？听得到，你说。然后我是金贵的新学员，我学了大概才3-4节课吧。然后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现在是围城内的一个小苹果，然后我就是，然后我们家另外一个也是就是小苹果，但它属于比那个同龄人那个混的就是更快，更就是级别更高一点那种，但是他因为原生家庭原因嘛，他就是跟自己爸妈什么交流也少，也不懂感情，然后就整个围城内的生活就很无聊，然后我们这种就是赚的也不多吧，然后就1线城市2套房吧，就是我们家的条件还比他们家稍微好点，我们现在就是没娃，但他就是那种还算比较有责任心，比较顾家吧，其他也没啥。然后就是今年认识一个因为工作原因嘛，认识一个好朋友的好朋友，然后也是围城内，然后就是我们2个一起的时候就会比较有意思。他现在就是也想扯快乐证，我也想快乐证。他就是1线城市，他也是1线城市那种本地人嘛，就上海的，家里一直是搞工程的，然后条件在上海还算好吧，就是2-3套房那种。但是这2年就是因为各种什么，因为工程的原因嘛，他好像就是这个行业赚不到什么钱，然后他就是已经在吃老本的那种感觉。就是感觉他后面发展也不知道会不会好。然后啥呀？等会儿啊，你有娃吗？没有。你现在的婚姻是没有娃的。你们俩结婚几年了？结婚4年了。你结婚4年也没矛盾，也没生娃，现在遇到外面的一个男的，有点想你要出墙，是吧？对，然后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围城的生活就比较无聊，因为他就是我老公，就是他的原因就是他不懂感情上的沟通啊、交流之类的，然后就遇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人，然后刚好他也想扯快乐证，我也想扯，毛病啊！你们这个八字没一撇儿，他也想扯快乐证，我也想扯快乐证，走，不是，就是2个人在一起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认识1年多了。他就好，他也喜欢吃西餐，我也喜欢吃西餐，那有毛病啊！就是感觉还挺有意思的。怎么有意思呢？就因为你俩都还蛮喜欢的，所以你们俩挺有意思的。就是还蛮喜欢他的那种。哎呦我的个妈呀！我真的蛮怕你们这种就是一辈子没谈过几个恋爱的，这遇到个男的就开始发神经，
咱们能不能成熟一点啊？一把年纪了，能不能成熟一点啊？啊，这个男的有意思，他也不光对你一个人有意思，知道吧？他对所有的人他都挺有意思的。他这个有意思是他身上的一种特质，不是因为你而引发的，明白吗？他的这种有意思能够吸引好多人，那不光吸引你一个。但是他反正他说的感觉是他就是还蛮想跟我在一起的那种。那可不是嘛，那可不是嘛。你就看他扯快乐症吧，好不好？他也想扯，我也想扯。那10个男的里面，10个男的里头9.9个说自己想扯快乐症的都他妈胡说八道，都是胡说八道，都是为了白皮眼前这个女的，故意给你画个饼，说我扯快乐症呐。他说扯快乐症出来的干嘛嘞？一般来讲都是为了白皮，都是为了降低泡妞成本，懂吗？因为画饼有很多种方式啊，画饼有很多种方式，有对物质的画饼，有对资源的画饼，有对身份的画饼。你这个男的，他就是在对身份画饼，跟你说要扯快乐症，让你自己脑补，说他要是扯了快乐症，我要是也扯了快乐症，我们2个人不就能修成正果了吗？你看你现在果然上套了。也是哦，但是就是这一年好像他朋友啊什么就是见的也蛮多的，就是他好像确实跟他们家立位就是也吵架吵得很凶那种，也好像没扯，就不过也没扯的，就是说他是没扯，你挺扯的，你他妈净扯淡了你。但是他确实条件就比我们家那位好挺多，但是也不好说他是做工程的那种。他给你啦啊？你吃不吃？你吃没吃上他们家大米啊？啊？也好像没吃多少吧。但你出去吃了几个硬菜，你平时吃硬菜吃少了，哎，你们小苹果平常不也挺多硬菜吃的吗？怎么就馋这一口呢？可能比较那啥吧。不过最怕的就是你们这种体制内的小苹果，在恋爱脑。我们这边好多你们这样的客户，真的，我看的不要了。真的不知道你们怎么当的小苹果，我每次都在想你们的晋升路径到底是怎么上去的呀？被你的男的一通忽悠，是吧？可能就是平时接触的也比较少吧。然后你老公好好的，你就好好的，你别他妈扯犊子在那。但是我真的觉得我老公比他家赚的真的是太少了。他赚的给你了没？我再问一遍，也没有。那你就别屁话，好吧？我还喜欢比尔盖茨呢。好吧，好的，好吧，那曲曲，你觉得就比如说工程行业这个行业这几年以后会好吗？关你什么事儿啊，大姐？就还想知道，关你什么事儿？确实好奇，你管就这他行业好不好？关你什么事儿？行业好，这都把你给你呀。这就有点好奇了，就是聊下来就有点好奇了。你毛病，你好奇，你又开始自己给自己画大饼。我说了的，现在男的呀，给你们画饼都只用把那个面给你们摊上就行了，后面的那个些工序全部是你们自个儿完成的，知道吧？这男的只要说一句，哎，我跟我媳妇儿关系不好，你们马上就开始脑补他要掰了，他掰了他就要跟我好了，他妈的娃的名字都想好了，你真的。你说这也是一样的。这个男的他就只说，哎，我们是做工程行业的，他就开始想，你看工程行业未来说不定还能赚很多米呢。他虽然现在没有给我付出，他未来可能会给我付出的呢。你们自己，别人只需要把那个面坨子甩出来，你就跟他把面糊完了、摊完了、烤完了，你还给他撒芝麻，你自己一个人是吧？饕餮盛宴一个人做，干嘛呀？这是关你什么事儿啊？人家，明白了。妈呀！明白了。我要好好的考虑一下这个电脑软件行业以后好不好做。万一以后比尔盖茨的钱有我个1/10也可以啊，说不定哪一天我就认识他了，说不定哪一天我就把他拿下了。真的，像你们这种，你看像你们这样的都能拿下做工程的，那我得必须拿下比尔盖茨这样的，要不然对不起我这段位。就是说围城内就是主要是我老公有点无聊吧，我们家那位有点无聊。太无聊。好，你可以在外面找有聊的，
可以，也问题不大。但是呢，我希望你能有一个理性的、稳定的状态。你不要在外面还没搞呢，还没搞个什么东西，到最后被人抓了小辫子。别人那个男的说是说他要扯快乐证，结果呢，别人每天在家里玩得蛮好，你呢出去还没干个啥，最后被你们家给扫地出门了。我到时候我就那你就高兴了的，玩好了那就。最后那个男的，你发现那个男的压根儿不扯快乐证，等你被扫地出门了，那男的回归家庭了，那男的说你母爱老子，你算是见鬼了，我告诉你。好的，明白了，明白了，拜拜，谢谢支持。到时候那男的吓死，快吓死，以为这女的是个什么狗皮膏药，我就给他甩了个面坨子。结果他直接就被扫地出门了，他就来粘上我了，他像个狗皮膏药，他粘上我了。唉，我真的是，我要是个男人就好了，出去玩成本好低啊，我现在觉得真的，我现在但凡长了一张嘴，那出去玩成本真低呀！啊，但凡会点歪门邪道，这出去玩真成本太低了。跟你们玩都还用不到脑子，跟你们玩这都还用不到脑子，这个东西呢都还不用，你知道吧？都没到那儿。来下一个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先点波关注，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啊！我们的直播有的时候会违规，你们知道吧？你们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风格了，就多少有点边缘化，知道吗？你好，曲曲。你好，你说。你好，我戴的耳机能够听到啊。是这样的，我现在有一个男的呢，大我20岁左右，我今年是32岁，然后跟他到现在差不多有10几年了吧，是从读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就跟着他，然后到现在一共10几年，跟着他之后没几年，他就为了我扯了快乐证，走出了围城，然后我们就在一起，我就去到他城市，结果呢，我不会照顾自己，在那边待得很抑郁，他又管我很严，就生病了，然后就回到我自己的城市养病，养了几年，就形成了这种异地就每个月他过去过来，这样子就很累。后面呢，他在那边也有人了，我们就分开了，他就为了好像就不愿意跟我结婚，就分开了呢，我呢就自己也找了同龄的一些男孩子，因为我其实一直还是想找个同龄的男孩子过正常的那种结婚嘛，正常的那种结果呢，我遇到的也不靠谱，找的那些年轻的男孩子不是扎我就是来骗我的钱，跟着外面的那个装修公司合伙来坑我，就净遇到是这种，然后他呢，可能也跟那个女孩子后面也没成，然后我呢也没成，就兜转，我们又在一起了，就到现在可能有14年了吧。然后这14年呢，他从认识到现在，给我买的房子啊什么，所有加起来可能有个2-3千，应该没有吧？现在房价跌了嘛，可能房子有很多套嘛，2000多个应该有。他算是为了我净身出户当时，然后重新开始的，只是说后面又感觉他又认真对其他女孩认真了，然后我们呢就分开了。现在呢，我感觉我一直想找同龄男孩子找不到啊，就很累，找了好几个都受伤了，就感觉很没有希望那种感觉。然后他又来找我，我们就又在一起了，因为没选择嘛，其他的。然后就这么耗着，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就很渴望的跟我说想要孩子，想生孩子。我也32了嘛，然后我就随口约我说你接不接受那个 DIY，
哎，居然他接受了，以前他都是啥都不接受、不支持这种的啊，结果他现在还妥协我了，什么都反而来妥协我了。可能他也年龄大了，觉得可能也外面找些女孩子可能也不靠谱，最终觉得还是我们10几年的感情，我要靠谱一点，就同意 DIY， 然后我们就已经做了，在上个月疫情之前就已经去取了，已经做了，现在已经放了有1个多月了，你问，有1个多月了，我就不知道我现在这样做是对，我这个决定有没有做对，然后现在我跟他也没有扯证，也没有结婚，然后我的问题是，我想问一下，这个事情已经做了，双胞胎儿子，我要不要那个跟他扯证？他跟不跟你扯？就像正常婚姻给孩子一样。他现在愿不愿意跟你结婚？他很愿意。他很愿意，你赶快结呀！随时他说他都可以扯。你快结呀！你怎么？但是曲曲，我的问题是，我现在自从他那次背叛我之后，我对他一点感情和爱都没有了，只剩的是觉得他经济条件很好，人很负责，很大方，很有钱，就只剩下这个了。我跟他在一起，现在我真的是生无可恋的那个表情，我一点都不开心，吃饭我跟别的男的全脸都垮着脸。别的男的结成婚呢？我就问你一句，你爱上别的男的，你跟别的男的开心，你咋没跟别的男的结成婚呢？对啊，就是你那个爱，你不觉得很廉价吗？那可是我跟他在一起不开心，那我接下来几十年我都要这样子。我就问你，你跟谁开心了？你跟别人开心了有没有结果？好像也没啥。那不就结了吗？值得结婚的。什么样的人最痛苦？你这样的人最痛苦。吃了 A 想要 B， 吃了 B 想要 A， 你这样的人最痛苦，永远不满足于现状，永远觉得别人的人生才是自己想要的。那你过什么人生能把你过爽呢？我就想知道。那是，就是说是我的心态不好了。那当然呢。我告诉你们，幸福的人是什么？是我处在什么境况里，我就认为当下这个境况于我而言是最好的。我选择跟什么人在一起，我就认为这个人就是我最理想的选择，而不是说我跟这个人在一起，我跟有钱的人在一起，我想要的是年轻的肉体；我跟年轻的肉体在一起，我想要的是有钱的。哎，我现在处在这个关系里的时候，我又觉得有爱好；我在他妈那个有爱的关系里的时候，我又觉得你看这个人给不了我强大的物质，他要骗我的米，你这不纯扯淡？那你什么样的人生能把你过明白呢？哎，对啊，你说的很对，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我的心态不好吧。那去找同龄男孩子过的时候，哎，又整天大家为了钱懂吗？吵。你看，同一个错误屡次犯，这种在我们眼里就是垃圾学生，懂了吗？什么样的人能够在自己的人生上取得大的成果？起码来讲，最基本的一个错误我只犯1次，你已经试了他妈2、3回了，你还不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相？你还要再去看第4次、第5次、第6次吗？然后对我的闺蜜，她当时就是劝我嘛，哎呀，你都受伤那么多次了，还是跟着她靠谱一点，哎呀，也不用愁太多经济上面的问题，孩子的平台以后的教育什么都很好，所以才去就咬牙，当时赶紧吧，去做了这个事情。这个婚赶紧结，你到时候啊娃出来了，这男的又不跟你结了，你更抓毛，永远都让自己的人生处在一个不确定性里头。啊，我朋友就说，对啊，你就跟他结嘛，过嘛，你自己平时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嘛，就玩嘛，就不要再想以前那些。还有什么问题？可是他大我20几岁，现在50几了，真是毛病。他要不大你20几岁，你找得到这种经济条件的男的？你说些鬼话！你有什么条件能够找这种经济条件的男的还跟你同龄啊？你回答我来。没这个命。那不就结了吗？就什么东西不得拿一部分东西出去做置换？你不就是因为自己的青春肉体置换了他这个经济条件？你要不是因为这样的话，你怎么找得到这种经济条件的男的呢？那我现在自己另外也有经营一些事情，可能1年有个小几十
10万的收入嘛。那我再问一下，如果我跟他不扯证呢？哎，你不扯证，后悔的只有你。我今天就把这个话给你放这儿，你可以不扯证，你不扯证，你回头来验证我的说法也可以。但是呢，我是觉得没有这么大必要。你这个是你的人生，我当然是希望你的人生能够走入正轨的。但是如果你为了验证我说的话是对的，你不扯这个证，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好吧？那我们就等着你回头来跟我再连麦，再来复盘。那我肯定还是听你的呀，我花这个钱连都已经都这么多年的风雨摇摆过的，还在那儿。哦，对了，但还有曲曲，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跟他从他那次背叛我到现在67年了之后，我跟他就再也没有那个一个房间过，几乎就是没有过。我的个妈呀，该怎么着怎么着。两个人既然是夫妻，还是要把日子往好了过，把感情往好了处，这个是本质。你们不要都是那种什么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个日子就过不好。我跟你说，很多时候啊，人就是真的是选择大于努力，就是你们的选择很重要。两个人既然选择要在一起，要选择做同一对双胞胎的父母，我们首先是要选择相信这个人就是我爱的那个人，你才有可能把这个日子理顺了。你们两个人都不选择相信对方是自己爱的那个人，总觉得这个是我想过的日子，我在外面再去选爱，这样的话你俩都是分裂的，两颗分裂的心在一块儿，他是过不明白的。我闺蜜呢就跟我说，对，也有跟我说过，像你刚刚说的那样子生活。还有就是她说，要么你就不扯证，你就自己要找喜欢的男人，再另外再听你闺蜜说的话啊，时间到了。好的，行，好，既要又要也要还要嘛，是不是？那个几十亿美金估值的那个巨头，是不是跟我说我们的直播间里的女孩子，就是既要又要也要还要，说你们到我这里来连麦的目的就是让我告诉你们，你核心只要一项，其他不要。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目的。为什么我们说情感界麦肯锡怎么干嘛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实际上就是在帮你们的人生做一个战略方向的一个咨询，对吧？你到了这个人生关键点的时候，选择很重要。你不要老是，你们就跟那个开车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开车的时候，你看啊，你是不是往右打的时候就看右边那个后视镜，往左打的时候看左边那个后视镜，对吧？你说我往右打的时候，我还怕我后面撞车，我还怕我左边来车，你妈往右打的时候又要看右边，又看左边，又看前面，你看得过来吗？你看得过来吗？你需要看那么多吗？你不需要啊，是不是？我天天心里慌，我往右边打的时候，如果我只看右边的那个后视镜，我万一左边哪个车怎么办？万一我后面干个车过来怎么办？你以为你是什么三头六臂呀？一次只看一个方位，你这个车就能开明白。你天天又怕这又怕那又怕那又怕这，你一个方向都看不明白。天天看着别人的价值短板，不想想自己有什么东西，对吧？你看着这个有钱的老男人的时候，你就觉得他老，可是你也不想想，他要年轻，他能要你？他不就是因为老，他不就是因为大你这20岁，他才找你的？真的是又年轻又单身又能花这么多米的男的，他找你？你是谁？你是谁？你有什么？你是什么公主？你是哪个方位来的公主？不要觉得一个男的帮你做了点身家起来，你的价值就真的那么高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像他这种情况啊，跟这个男的10来年，搞了个2000万左右，合下来1年200万，对吧？他突然之间觉得我的价值也高了，我现在也有这个水平了，我是不是能够去找年轻一点的男的了？
为什么他找不着？因为这个钱不是你自己挣的呀，对不对？你是靠自己的实力累积到这个身家的吗？不是啊，你这个米是别人给到你口袋里面来的，对不对？所以并不是因为你的这个经济增加了，你的实力就增加了，它是两个概念。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我当一个女孩子她的认知很高，她自己在外面看过世界的时候，她看不上那个拆二代了，对不对？为什么她看不上那个拆二代？为什么她看不上那个拆迁拆了家里拆了多少万的？为什么她看不上？因为你只有这个米，但是你没有跟这个米相匹配的认知，对吧？我真的遇到生命中的困难的时候，你能帮我解决吗？你解决不了。我真的需要有一个人跟我有灵魂上的碰撞的时候，你可以吗？你不可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女孩子也是这样啊，她是高学历，对吧？高认知的情况下，你跟她说我今天给你介绍这个男的蛮有钱，但是他是个拆二代，他自己不会做什么事儿，为什么他看不上？所以你不要觉得自己有了这些个米，是吧？有了2000个 W 米，你有2000个 W 的米，但是你没有2000个 W 的认知，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不能匹配更年轻的人的原因。除非你是跟这个男的在一起的10年的过程当中，你不光是搞到了他的米，你还搞到了脑子，你还有了自己的生意盘，对吧？你还有了自己非常牛掰的人脉圈，你现在出去，别人都还要高看你一头，你要有这个状态出来了，你再去找年轻的，哎，可能不一样了。但是你有吗？你没有，对吧？所以你就应该感到感恩，就是这么多年了，这个男的他最后还能转到你这儿来，最后还能跟你在一块儿，你就应该感到感恩了，知道吗？真的要感到感恩。要不然的话，有些男的呀，他在这10年的时间里头，他已经又有了其他的厉害的女的，他真的就不会再跟你好了，你明白吗？不过呢，我跟你讲，这个男的也是这样的，他之所以，我告诉你啊，他为什么在这10年的时间里，他没能找到一个比你好的女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初他在扯快乐证的时候选择了净身出户。我跟你们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他当初要是没有选择净身出户，他要是有底子，他就能找到更好的女的，一定比你好，不是比你年轻，就是比你漂亮，懂吗？他是因为在当初他扯快乐证的时候，他空人出来的，他起点低了，他再从头再去找一个女的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拿出当初对你的这个续航能力给到另一个，所以他匹配不了更好的。他但凡能够把同等的给你的这个续航能力给到另一个女的身上，他不可能找不到比你更好的。所有的东西它都是一种双向认定，知道了吧？你的价值能匹配得住的就只有他，你们不要搞错了，自己每天活在幻觉里边。你就问问，现在他还能给另一个女的1年花200个 W， 你看看有多少女的愿意跟他好？你看看有多少女的愿意跟他好？啥年轻的啥漂亮的找不着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加个粉丝团，我们的直播间随时有可能被嘎掉，随时有可能被嘎掉，知道吧？所以你们一定要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看小助理给你们发的这个圈圈入口，找到圈圈入口就永远不会迷路了，好不好？想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想要进我们金贵的社群，想要找我们团队去链接的宝宝也是一样的，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到一个圈圈入口，想要连麦的宝子送4000个币的礼物排队，只连女生不留男生，今天排满了，今天已经排满了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Hello， 你好。你好 ，Miki。Miki 说话。Miki 说话。
Miki， 没人说话，下一个了啊。10几年搞2000个也不算多，只能说是就是还可以吧。10几年呢，毕竟是不是？咦，真的有实力的男的，真的这男的要是自己身家特别硬的那种，这也就是个2年半也就这么多也就出来了，还用搞10年？下一个来，但32岁他也不大，他年纪也不大，他也就是现在，再过到40岁，这男的就真的不会那个了。我跟你们说，男人对于一个跟他没有娃、没有婚姻的女人的容忍的最大限度是40岁。哦，除开那种丁克夫妻不算啊，丁克夫妻不算，就是如果说这个男的他是那种要娃的人的话，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一个没有生娃的，一个被他养着的女人的极致忍耐度到40岁，40岁多1年都不会了，基本上，知道吗？所以你们处在那些不清不楚的模棱两可的关系里的人，要早一点做打算，早一点做打算。来下一个，40岁，这已经是我们的大数据，这是我们的大数据，我们的大数据出来的结果，不是我凭空跟你们讲的，是我们每天看到的所有的案例，我们那么多的咨询，大数据出来的结果，就我们那么多的咨询。Hello，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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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哪一个？比较贫困，然后后面我出来上班我工作之后，没有听到，你重新说，来，你重新说。哎，人呢？Hello，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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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你们连了麦的注意一下自己的麦啊，不要上来了以后都不知道连的是你。看一下，大家都连麦的看一下，是不是到你了？哎，怎么回事啊？妈的，吓死我了！快点，下一个来。女人呐，千万不要觉得这个男的呢跟你的感情能延续到40岁以后。我告诉你们，除非这个男的没米，这个男的 Hello， 别想。Hello， 你好。Hello， 你好。哎，你好，你说。哦，其实我是这样子的，我是工作上的问题，想问一下你。好，就是我的老板呢是一个自媒体博主，然后是一个1000万级粉丝的财经博主。我做的内容呢，主要是平台的运营对接，跟这个商务沟通的前期沟通。我不负责剪辑跟他的稿子。然后我的工资的话，目前是8.5K。但是我是全年没有休息的。然后他有另外一家创业公司，我也负责那家公司的一些业务。然后就是我有跟我的老板聊过，1000多万的博主给你的工资是8500，你还给他负责好几个板块。哎，我们团队所有人的工资以后砍个0啊，这什么玩意儿？以后我们团队所有人的工资砍个0，砍掉1位数，什么玩意儿？你接着说。然后然后我有跟他聊过，说涨工资，然后后续规划就是这个职业规划的事情。然后他说让我先就是还是跟着他学习，然后就是多看看群里的对话，多锻炼一下自己的沟通能力跟这个工作能力，然后就是先不要想那么多。先不要想那么多。然后呢？
然后我现在就是因为他确实目前他就是他个人的 IP 还没有达到一个峰值，他还在不断的上升。然后我进去的时候，他可能全网只有200万粉丝，我工作1年之后，他就有1000万粉丝了。200万粉丝干到1000万粉丝了，你还是只有8500。你一共跟他干了多久啊？1年吧，我进去的时候是200多万。1年是吧？哦，1年，那你跟他怎么提？你跟他提过涨工资，他说让你不要想那么多。就是他觉得我做的工作就是没有创造什么就是专业性的那种价值，只是就是负责平台分发、平台对接，然后商务的前期沟通，那后续的包括谈价格呀、稿子的这些东西都是由他来谈的，所以他又觉得这个团队多大呀？有多少个人呢？4个人，一共4个人。那他1年的变现量级在多少？你知道吗？我不方便说，我知道，就是他所有的现金我都知道。不是，你大概说一个他的变现量级，我在评判，因为他自己没挣到千万。他1年变现量级在1000万，4个人的团队，你拿8500一个月。对，快点！我们团队每个人告诉写封感谢信贴墙上，快点！什么呀？不行啊，我心里不平衡了，什么鬼啊？你们这老板有点没格局吧？这老板格局有点小吧？然后我就在想，我到底要不要继续留在这里？我还是走了算了。跟他谈吧，你就是把你想要的，比如说你自己跟他说，你说我需要按自己的这个付出也好，或者说拿到的结果也好，去拿到一定比例的薪水。我的想法是什么什么，如果你接受，那么我就继续；如果你不接受，我就换地方。这样。好的。然后呢？然后曲曲，你要不你缺员工吗？我也可以给你打工。你先在我们团队投个投名状，你跟他说呀，把我们今天这个录屏，你跟他说一下，然后我先把你那个备着，好吧？万一以后我用得着呢，我就通知你8500，我给你搞到9000。你们这个太笑死！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从来不跟同行交流，我实话实说，我不跟同行交流的，我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样。我们团队的所有的标准全部是我自己拍脑袋定的。所有的东西我没有跟任何其他人交流，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市场的平均水平是什么。其实我是不知道的，实话实说。然后可能也是因为他知道我家里条件还不错吧，我是我们公司就是工资最低的。其他人拿多少呢？1.3，就是13000。妈呀！你这个老板太吓人了。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反正我觉得从我的认知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太吓人了，你自己看吧。好的。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我家里在近期给我安排相亲嘛，但是那些男生呢，对碰，然后那些男生呢，可能就是都不太符合我的最基础的标准，然后长辈们给我的反馈就是觉得我的要求太高了。比方说可能我不希望对方抽烟，然后吃槟榔，然后大家都我也不喜欢别人抽烟吃槟榔，但是呢，如果别人个子超过了1.8米，我又可以忍一忍。我觉得就是他其他的条件如果好一点的话，这些东西也不是事儿。如果你实在是不接受这一点的话，那也没问题，不接受就不接受吧。因为我的条件就是因为对碰的人都是跟我条件差不多的。那你当然可以找跟你差不多的。我跟你讲，乖，你多大？我25，我还没有满25。再拿着你现在的这个经验呐，换个地方搞，跟人家谈到至少不说多的吧，咱们谈到一个什么30万一年，我觉得你能找的是不是就稍微好一点呢？那我跟你谈谈可以吗？我谈不了，因为我们现在的整个团队没有空缺岗。你可以让他们就先给你备着，万一以后有了，可以是吧？
可以当个后备选手啊。好的好的，我跟你说，谢谢给我们做录屏的粉丝，别人现在一个月都拿到4万多了，快4万了。别人而且是自发的哦，别人都不用来上班的哦，别人自己在家里一边在体制内上着班，一边做录屏，他自己。对不起啊，那个千万博主，我不认识你是谁啊，我也不知道你谁，反正你别找我麻烦，跟我没关系啊。好的，谢谢曲曲，我知道。他这个月肯定过4了，他这个月100%过4了。不是啊，人家是自发做录屏，自发卖我们的那个金贵的关系，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力也非常强啊，我们的产品力也很强，然后再加上人家自己做的也很认真很努力。原来拿300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上次我不是发了的吗？我们开年会的时候，他原来拿300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然后他现在已经他妈已经跟他一起在家里录屏了。那我不是，我们没有这种招进来这个概念，就是人家就是自己做，人家就自己录，然后人家就自己做我们的那个正版的金贵的关系，就这样。这就是投名状嘛，对不对？因为他自己在做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成绩，那么我就会非常的关注这个人啊，就是这样啊。虽然说有很多自发在做我们录屏的，但是这个小姑娘她有成绩啊，她出成绩啊，那我就看到她了。如果说我们有更大的一个销售需求的时候，那我当然会选择把她纳入到团队里面来呀，对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加个粉丝团。都是因为热爱，然后大家自发的来做这件事情，最后因为热爱他自发的做，然后他能够有激情，而且呢他自己很自洽，因为他确确实实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非常有利于别人的事情，他在这个事情上拿结果，那就是应该的呀，对吧？下一个来，我说的是那个事业粉，他是叫曲曲大女人事业粉，对吧？Hello， 你好。你好。哎，你好，你说。曲曲能听到吗？哎，可以，你说。我这样啊，我关注你比较久了，但是我觉得我的对象以前就是还没有达到我需要咨询你的级别，但是去年开始呢，他收入翻了好几番，然后我想就抓住，然后我现在跟你说一下我的具体情况，就是我跟我前夫就是大学谈恋爱开始到结婚到现在大概15年了，然后我们是3年前扯了快乐证，然后是他犯的错，然后呢房子车子孩子都是给我了，但是我们扯证之后就是周围的朋友然后亲戚都不知道，就我们自己2个人知道，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住在一起，然后他爸是在给我们带一个6岁的孩子，然后他的工作性质就是经常出差，对我们陪伴比较少，但是他是每年对我们家庭的付出大概20万这样，一年有这。你怎么这么大的风声啊？你是站在风中摇曳啊？你这。我在天台打，因为我在办公室不太方便。那你声音要大一点，你这个风声太大了。好的。那个现在是他去年开始他的收入大概差不多接近100万了嘛，原来他是30万左右的收入，然后他现在快要接近100万的时候呢，我又不行，你这个不行，你这个我听不了，你换个地方，你不行啊，我先给你断了，你这个我听不了，你断了，你先换个地方重新弄。你们不要，你们这个关于我们的这个录屏这个事儿，你们就直接一样的啊，到我们首页粉丝群，通过我们的圈圈入口找到我们的团队，他们会告诉你们的，有门槛儿，就是你得先做出一定的粉丝量，你得靠录屏先做出一定粉丝量，我们才会给你授权去卖这个东西。你没有，你要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抓重点的能力要强，你的销售能力才跟得上，要不然的话，你抓重点能力不强，你销售能力就跟不上。我去给你去授这个权意义也不大。因为这个还是很花时间很花精力的一个事情。Hello， 你好。你好，曲曲。哎，你好，你说。
哎呀，能听到吗？听得到，你说。啊，你好，曲曲。就是要是早点遇到你就好了，因为我现在有的问题是，怎么样可以安全拿到补偿，但又不要让这个关系彻底的决裂。情况是这样子，对方呢是围城内的大苹果，然后是我的领导，40多岁，比我大10几。虽然就是彼此都有一定的欣赏，但是呢，第一次的时候是强行发生。然后反抗不了嘛，所以完全就是没有顾我的感受，就当时感到就挺羞耻无助的，所以就很犹豫，然后没有去找叔叔，因为这边圈子小，然后如果去找的话，可能全单位都会知道，然后我就忍住这种复杂的情绪，想说认亏，就给自己洗脑。然后刚开始他就比较惶恐，然后过了几天发现我没有异常，然后就晚上又经常联系我出去，我就哄着他说了些很多好话，然后我就没有出去。然后有一次我就试探就说要买车，然后他就说支持。后来我就联系他，就没有提这个事情。然后但那天他带了一个 W 给我，就说让我先安心考证书什么的，考过了再联系。然后就这一次之后，我就会发现他在工作上就是都经常躲着我的那种感觉，就有一种他是想要这个事情了结的这种意味。然后我其实就有点生气嘛，后来我就把这个一个还给他了，然后还发小作文就表达我的这个愤怒和难过。然后他就问我要怎么惩罚他，然后我就说你把答应就是这个车的事情落实，大概可能在30个。然后他就一直在跟我讨价还价，一开始说5个，然后又到10个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他就一直在压这个价嘛，我就沉默，然后就没有表达。然后他第二天就准备了一半的线米，然后地球号转了一半。然后我不满意这个数字，第二个我觉得这个太多少？10个，他准备了一共是10个，就一半线米一半那个转。10个给了你，给了你5万的线米，转了你5个 W 是吧？对，但是我没有收，我觉得这个方式不好，而且我觉得对数字不满意，我就没有收，然后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但我经常就情绪上会受到影响嘛，就很崩溃的时候，我就会去找他，就是发泄情绪。然后只要一提到这个米的事情，他就会各种理由哭穷，说他经济上都不在他这里，他有很大的负担，就都是要到处去借，然后我们2个就会吵起来。然后我甚至在微信那个地球号上发一些比较过激的言语。然后最后一次是他就是在地球号上发文字说他凑到30个，然后说第二天给我。当时我就觉得他是发文字是想要留记录，就觉得不安全。然后我就也没有收，然后我甚至在微信上说，我说我不接受用米来解决这个强行发生这个事情，然后我说我这个事我认了，然后他就觉得说还比较感动，说就当朋友，有事的话以后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但我心里就是还是很难受不舒服，就精神内耗很重，我就很想摆脱这种状态，所以说经常就是会陷入这种情绪的时候就会跟他吵架。他就反正说他同意这个数字，但是让我要给他写个条子什么的，怕我反复无常，就让这个事情彻底结束，然后让我不要超出他底线什么的。反正他现在就感觉他知道我担心他发文字留证之类的，然后我现在就变得有点被动，所以我现在诉求就是想那你跟他写什么条子啊？跟你写什么条子？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他给了这个米，就让我不要再找他麻烦这样子。他就怕我找他麻烦，但是他又文字上留证，我就觉得他很担心他会去找我麻烦。那你既然他要给30个 W， 你就找个律师去好了呀，找个律师去跟他聊，他慌了，他自然就会搞了呀。你跟人家律师给1万块钱律师费好了呀。但是他是围城类的这个，哎呀，让律师去吓他嘛。让律师去吓唬他嘛，就是这个事儿没什么好说。你说我作为中间人，律师作为中间人，让他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好了呀。那以后在工作上，就是我们还会有工作上的交集，他毕竟是我的大领导这样子。哎，有啥好交集的呀？你要不就拿了这个米就拿了，你都已经闹成这样了，你还怕交集？我刚刚跟你们说了的，往左边打就只看左边的后视镜，别他妈的这也能看那也看那也看这也看，你看不明白的。现在要米就赶紧把米拿了。我就怕自己就会存在。哎，断了。
断了，重新连，叫什么？现在报不了啦，他第1天才能报，现在过气儿了这个事儿。你接着说。喂，现在上了。因为我这性格上比较软弱嘛，就不知道你哪里软弱了？就是你天天找这个扯皮，你还软弱？我没觉得你软弱呀。那是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就要接近快1年了，就我精神已经耗到一种没有办法再，就是只能以这种方式来解决内心的。我对你的建议就是拿米，然后呢换个地方做事儿，好吧？就是有多大个能耐就干多大的事儿，拿了米就换个地方得了，不要再纠缠这个事情了，知道吗？就是，但是你觉得30个就是有必要辞职吗？就是太有必要了呀，因为你心态承受能力太差了。那如果不走人的话，也拿了之后不走人也是可以的，是吗？不走人你自己还是要反复，你自己的反复最后就搞得大家都很不愉快了来。我明白了。那其实就是您建议就是找律师，就还是不要我自己去谈。对，找个人去谈，对不对？找个人去把这个事儿解决了。但是我之前可能那个证据不是特别足的话呢，我都说了，这只是吓唬。你以为你真的能搞到他呀？你搞不到他的。是的，明白了。找你妈去谈也行，找你爸去谈也行，就是吓唬他，你懂吗？但是你肯定不愿意跟你爸妈说嘛，所以说你只能换个人去嘛。我就是这个意思。对，因为我不太敢，因为这个别因为，我不听因为后面啊，没必要。好的，谢谢，拜拜。拜拜。因为的，你们那个因为有啥好说的呢？因为就是解释你的想法，你的那个想法重要吗？你的想法一点都不重要。大家没点关注的宝子先左上角点个关注啊，没有进粉丝团的宝宝进个粉丝团。算了，我不想念那个留言，那留的是个啥呀？然后大家学习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你们给一个圈圈的入口啊。你有没有觉得我的脸是不是变大了？占的屏幕都变大了，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自从刚才你弄了一个那个多人连麦之后，好像我在这边的屏幕上的占的面积就变大了。我之前有占这么多吗？差不多呀。我自己看的不一样我这是那个。对，我自己看的这边我比你大，我比你这个好奇怪呀。来下一个来。我这边看的不一样，我给你们看的，我现在看的自己是个放大版。喂，你好，能听到吗？可以，可以，你说。非常感恩认识曲曲是我们湖北人的骄傲，为你打 call， 因为我也是湖北的。谢谢。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是89年的，在深圳1线城市，我是一名体制类的老师，大概年收入减薪前是40万，到手差不多40万，现在税后大概是30万左右。然后深圳名下有2套小房子，大概几百万，加起来800万左右。然后对方是78年的，离异，有3个娃。他的说法是离婚3年，不要说这个词啊，你不要一直踩线。领快乐证。sorry， 快乐证7年。因为他的那个前任赌博亏了5000多万，他现在的财力是大概是在1线城市2套房，然后给了2000万的房产给前面那个。现在我们是在他是在那个豪宅片区有一套几千万的房子正在装修，本来是做我们的婚房的。我们大概是7月份，2022年7月份认识，到现在有半年了。他花钱大概花了有70个 W。中间给我买了一辆保时捷，付了个首付是30万。但这个男的吧，他因为他做生意做了20多年，感觉他就是被人骗过，就做生意被人骗了
反正有1-2千万钱还没有拿回来。之前拍拖呢也是被女孩子骗过，所以他跟我交往就是非常的防备心很重。最开始他给我打1万还要备注借款，当时我就觉得1万还好，就没有把它当回事儿。后来就是买车，首付大概30万嘛，他是让财务给我转钱，上面是贷某某某转某某某，就是我的名字的借款。然后我说为什么要备注借款？我不可能借你的钱去买这个车。他说财务写错了。然后我觉得你不是老板了，财务怎么可能不听老板的？我就很生气，我当时就把这个30万30个 W 给他还回去的，就备注某某某转某某某的还款。他当时还给我道歉嘛，因为那个时候才10月份的时候国庆，他说取现米不方便，然后就说还是给我转，后来又转回来了，但是没有备注任何。我自己也大意了，到现在就是矛盾不断呢，就是我也动不动提分手，因为我感觉他脾气有点不稳定，然后2个人性格也不是特别合拍。有时候有一次我微信不理他，就是回微信比较慢，然后他是在微信上，他就老是怕我玩他，不愿意跟他，因为他里有3个娃。然后呢，有一次在微信上就在文字上就说我可以让你什么什么高高在上，也可以让你颜面全无，这种话一次威胁。还有一次威胁是我提了分手，第2天就只有1天没联系，第2天打电话打了7-8个电话我没接，后来我接了之后他就威胁我，他说你不接我电话是什么意思？你想玩我啊？你第2天等着收律师函，你所有那个什么车钱全部给我还回来，什么就是这种。然后我就不懂嘛，我就怕他真的去找律师什么的，我就马上跟他和好了。然后最近一次吵架分手就去澳门，过年我们也去澳门了然后去澳门吧，然后去澳门的路上他让我订酒店，给我转了6000块钱订2天晚上的酒店。然后呢订酒店的问题就是我说让你备注一下，这个钱是给我订酒店的，不是用来，因为我怕他还回去我是来找骂的。因为他威胁过我2次，我就每次他给我转钱，我现在心里就膈应，我就一定要让他备注。然后他就非不备注，他说那要备注以前的钱都要备注什么什么的，他就不备注。然后在澳门就不欢而散，刚到澳门他就回去了，他就回深圳了，反正就闹得很不愉快。走之前又给我转了3万，目前就是从1月14号到现在差不多半个多月没有联系，他也没有说联系我要钱什么的，反正就是他走的时候我就提了分手，我说你回去我们就分手，他说分就分，就这样子了。我的目前的问题是，第一，这个男的能不能继续，我觉得个人觉得不要继续啊。第二个就是不继续的话，如何保证这个钱不要被要回去？因为我咨询过律师，就是这种谈恋爱大额转账是可以要得回的，只要不结婚。没有。第一就是不要在一起，第二他要回去你也没办法，这就是我给你的回答。没了。就是转的越多要的越多，这就是我给你的答案啊！转的越多要的越多，1分都不该要。是这个人不行，还是说我跟他相处的不好，他才这样？当然是人不行了，这不是废话，这当然是人不行了啊！是不是因为他给我买了车，我提供的情绪价值不高？情个毛价值啊！这个是人品问题，好不好啊？也就是说他让我还钱，我现在疑问就是他让我还钱是真的让我还，还是只是吓唬我让我不要跟他分手？是真的是真的呀，如果不是真的他吓都不会吓唬你的。那正经男的谁会拿这种事情吓唬女的呀？能拿这种事情吓唬女的那都是真的，好吧？他还专门学了一个法律专业，他说我是法盲，不懂得保护自己什么的，所以我才让他备注。你别屁话了好不好？说的每一个字儿都是屁话，你这男的就是要找你要的，你就直接让他去诉你就完了，等着他诉你就完了。那我真的要全部还回去，可是我们这是人家法院说了算的，又不是我说了算的。那这样对女生就很不公平啊！就是谁让你找这稀巴烂嘞？从那1万块钱开始就不该跟他好的，那等到现在。好，明白了。然后就是我工作上面呢，我目前呢就体制类的，就工作到了瓶颈期，就想出来做点小生意。我是要辞职出来创业呢，还是说因为自己也想开一个店什么的？就是因为赚的少，你不是老师吗？然后想多赚点。
对对，因为但是我的房贷压力比较大，就是工资还完房贷之后，其实没有太多不能开店，小姐，钱你这脑子开店，到时候把你这么点米全赔进去了，啥行情啊，啥环境啊？干老师干得好好的，出来开店，你疯了？就想兼职开家店，这样子就跟朋友一起这样。不行，不行，你会亏的。那就是不跟他继续，然后等着那个啥，然后也不能就这样保持现状吗？就人生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哎呀，其实我是想在事业上，你可以自己想一想，能不能搞自媒体，搞点啥，对吧？自己想想搞点这种别的收入可以，你不要搞那些什么要投入的，你开店不要钱，肯定要钱的，那不废话什么的。我的意思就是说，能足以。好了，我能听到，这边能听到。我说完了。好了，我明白了，曲曲。好，拜拜。拜拜。我都跟你们说了1万次了，选择大于努力，选择大于努力。你刚才肯定不小心把哪个地方按了，给我静音了。那怎么我碰都没碰他？我怎么离1米远？我还能给他喊静音了呀？刚刚它显示有个麦被关了，你肯定是连麦的时候点错了呗。哎。我说了那么半天说啥？我说他稀巴烂，我说他脑子不好用，我说啥？我还能说啥？我除了骂人就是骂人。我说，我怎么掉到7000多个人了？我都没注意，怎么回事啊？怎么掉到7000多个人了？我没注意，一不小心，你看被这恋爱脑搞得平台都给我把人搞掉了都，烦人！以后你们这些脑子不好用，你提前先写个稿子，我们小助理先审一遍，一看你这脑子不好用，直接不连了，免得搞得我一掉2000个人，心脏受不了。现在有声音了噻，刚才没声音，刚才不小心不知道按哪个地方去了啊！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我跟你们讲了的，那男的第一次转米直接写借款的这种直接拉黑，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只要说是借的，马上就不用来往了，不用来栽了，懂不懂的？这都是心怀鬼胎的，这都是在外面白批成性的，懂不懂？再说了，我甚至说个不好听的话，什么样的男人会
会跟有3个娃的妈扯快乐症呢？啊？什么样的男人会跟有3个娃的妈扯快乐症？我就问一下你。那女的什么样的妈能放弃3个娃的爹？什么样的妈？我就问你啊，你想想，你再想想，就这种3个娃他都能整快乐症的男的，你也敢要？你说呢？不管是这个男的主观想扯的，还是那个女的主观想扯的，你告诉我，这是个什么故事？一个男的3个娃他妈都可以抛弃，那女的3个娃他爹他都可以不要，你想想看，这不上升到人品问题，这能走到这一步？动脑子好不好啊？真的是动脑子，我求动脑子。这什么破烂玩意儿还被你们当个宝抓在手上，还第一次1个 W 写借款，多么低的识别成本，1个 W 的识别成本，你还在那自欺欺人，捏着鼻子红眼睛。那别个不哄你哄谁？别个不骗你骗谁？别个不白批你白批谁？别个不送你要钱？那肯定的啊。那我怎么跟你们说选择大于努力呢？一天到晚的想改变别人，你还想去说服他他妈一把年纪天天就在外面大忽悠。来，没有点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现在有声音了啊！没有点关注的宝子点个关注。你看我们家小狗都受不了你了。没有挂粉丝牌的挂个粉丝牌，挂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连麦的宝宝今天连麦已经排满了，不要再送了。然后想要学习金贵的关系，想要进金贵的社群，想要链接我们团队的，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大家给一个圈圈入口。来下一个，我们的雕退役了，现在来了一只白眼狗。当你们遇到白眼狼的时候，我就举起这个白眼狗，我不是没眼看。我妈说每次看我的表情蛮紧张，所以我把这个狗带着，把我的脸挡着，让你们不要紧张，诉说你们的猪言猪语的时候少一丝紧张。Hello， 你好。你好 ，Hello， 曲曲。你说。刚才我说了一半，现在接着说啊，就是那个，现在能听清吗？你说。就是我跟我前夫扯了快乐症之后还住在一起嘛。那我6岁的宝宝是我们家公公在带，然后现在呢，我前夫现在，我感觉他在外面应该也是有2个至少，但是据我了解，他花的米也不多，他对我们家呢那个付出每年大概20万左右。他现在收入大概1年，从去年开始，就是涨了嘛，有大概差不多小100万。我的收入是大概每年大概20万还不到。那我现在在想，我后面你要么给我点建议，我后面该怎么做？你跟他的相处是怎么在相处？相处就是，对外反正都是以夫妻的名义这样，然后平时我们就是除了聊孩子、聊家里，就其他没有，感情方面就没有任何，然后身体接触也没有，就从扯了快乐症之后就没有过了3年了。想要米呀？是不是想要米？对，就是这个意思。反正现在就是想要米，我想就要服软。那我现在就是想着他对家庭多付出，然后对啊，你服软呢，你要先服软呢，对不对？但是我现在是这样的，只要我开口，他都愿意给的，就是像家里孩子的付出，然后家庭开销全部都是他在承担。其他我个人的花销我也没有。每次开销，每次承担，你要给他更多的情绪反馈，给他更多的服务，然后让他自己慢慢的觉得，其实这个家庭的存在还是很有价值、很有必要的。那他后面的付出就会越来越容易。那我现在就是对于那个夫妻那个方面的生活，要怎么样去破冰吗？还是要？可以啊，还是就可以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我们每天都差不多都睡在同一张床上，但是就没有身体接触。他不接触你，他背对着你睡觉。
是的，几乎是这样，就是我们双方都背对着，有时候孩子。那你干嘛这样呢？那你主动一点嘛！大家都这么大的人了，都在一张床上，你还不主动点儿？那我很奇怪呀，因为我们已经扯了快乐证了呀。那是啥？那你扯了快乐证睡一张床，你不奇怪？我觉得你一直都挺奇怪的呀，你这一奇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再奇怪一点，怎么了？但是我心里其实又有障碍，因为我知道他外面有在。哎呀，你要米嘛，那不是图米看嘛，对不对？先把生活中的服务状态拿出来，对不对？吃的喝的，这每天嘘寒问暖的，进门就拿鞋，出门就拿衣服，先把这个服务状态做出来，然后他再给米，再开口给米的时候，然后你要把所有的情绪反馈做得更浓烈，然后再往下一步，你再去伸手，到了半夜再伸手，懂了吗？这一步一步来，不能一上来就伸手，那是容易把别人搞吓到。就是我感觉他，那我现在意思，我现在要不要往复婚的那方面去相处？我跟你说的步骤你要都完成，你现在扯复婚的事儿，人家肯定不跟你复啊。对呀，他现在的状态就是他既享受着我对他后面有个家庭的情况，他外面又可以玩了。我觉得他现在，你别扯什么复不复婚的事儿了，他愿意持续这种状态。这男的都走这一步了，他现在这个状态，他怎么可能想复婚呢？你别扯些你就按我说的路径先走到那一步了，咱们再慢慢聊，知道吗？你这是个长时间的过程，谁叫这男的现在一年能挣100多个了呢？那能挣100多个了，你肯定花这个肯定不行，你至少得花到50个了。你花到50个了，你再来谈复婚，这事儿才有戏，懂吗？好的。那我现在就先做好服务，然后态度对他好一点，然后尽量那个方面的生活也尽量搞起来，是吧？对。好嘞，好吧，那我明白了，好，谢谢，拜拜啊。拜拜。哎呦，你们就把这个事儿当个工作搞，知道吧？你们就把这个事儿当个工作搞，你们又没有在外面挣几个米，是不是的？凡事啊，我们就是要讲性价比，讲这个目标导向，是不是？我天天跟你们说目标导向，你就把它当个工作搞，是不是？你这男的就是你的个老板，你就想想怎么能够让老板给我升职加薪呢？对不对？怎么能够让老板对这里加大付出呢？是不是？你想办法规划行动路径，然后一点一点的去搞，因为你没别的事儿干咋？你有什么别的事情干嘞？你干蛮大个买卖，你又干不了个什么买卖，你不就把这个事情当事业搞呗？是不是？这个时候不要再在乎那重身份感了，觉得我原来是正的，我现在都没身份了，我还怎么？那当初不是你要走这条路的吗？你自己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嘛，你当初走这条路没想着他能挣这么多嘛，是不是？那现在人家挣这么多了，那咋办呢？那这条路已经走了，对吧？你就沿着往下再走呗。抱着这条狗，有没有觉得我变得更美了？所以说呀，凡事就是要一个参照物，知道吧？有了一个参照物之后就不一样了。有了它也不显得我凶了，有了它也不显得我难看了，懂了吧？看我就越看越顺眼了。来，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角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宝宝加个粉丝团，加了粉丝团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要学习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或者想要跟我们团队链接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大家给到一个圈圈的入口啊。来下一个，谁送我的狗啊？这个问题问得好。Hello， 你好，你好啊，七七你好，你好，居然连到我了，你说，有点激动。好，我是金贵的学员。然后我是说一下我的情况哈，我是在北京，然后29啊，今年30，然后是我是一年大概挣50到100，现在呢我是认识了一个男生，他是博士，完了他在体制内，我不知道他的价值怎么样，想让曲奇帮我看一下。
说吧。对，就是他的条件就是算好吗？对。你就是问他的条件算好吗？对，然后他对我的话就是也是比较上赶着的，最近他也给我买了包，买了一个 1.5 的这个 1.5K 的1.5万的包，但是然后我要什么那他哪来的米呢？哪来的米呢？他呀，他就是在体制内，他是那个军什么那个什么方面的。那他现在每年的收入有多少？他家里什么情况？他是农村的，然后他是我不知道他现在收入什么情况，我不好问，我不知道怎么问。对，那你得跟他聊呀，他父母的情况，他家里兄弟姐妹几个啊？他有2个姐姐，然后他爸爸过世了，然后他No， 怎么？家里人太多了，家里人太多了，他自己收入又不咋地。对，我也觉得他收入好像不咋地。他说了，他在体制内收入虽然不高，什么挺那什么的。别搞了吧，咱们换一个吧。不要啊。真的吗？因为我是前段时间我就一直在网上跟他认识的，那个社交软件，然后我也认识了很多别的人，然后反正来回来去也感觉，哎呀，好像没有什么靠谱的感觉，他好像还挺真诚什么的，一上来也给买了包。你找个收入相当的吧，找个收入相当城市的吧，好不好？所以他就不要了比较好，是吧？对。明白，因为我觉得他还是不太会给情绪价值，我也觉得特无聊跟他在一起。换人，你自己收入也挺高的了，自己过舒心，找个不好的还不舒心，何必呢？你已经感觉他的不好了，就是收入和家庭是吧？对呀，不太好。有的选嘛，慢慢选嘛。明白，那我现在已经跟他成男女朋友了，他就是说买了包之后就说男女朋友，我怎么办呢？把包我之前就说那我要是把包退给他，我跟你说，对，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跟你说，人家就说一个男人有10块钱给你9块，一个男人有1万块给你1000，你选哪一个？传统的教育就是跟你说你要选那个有10块给你9块的。但是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因为第一，9块的购买力永远是9块的购买力，那1000块的购买力永远就是1000块的购买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个有10块给9块的，你不跟他好了，他肯定得把这9块要回去，是不是这个道理？要不然他不是纠缠死你啊！哎呀，还是算了吧。是我也是说，我就还他钱得了。他因为跟我买了包，我直接还他钱，是不是比较好一点？无所谓。还包还钱无所谓。对，好吧。行，好，那我就这样吧。好，谢谢啊，谢谢。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接下来再找的话，我应该找什么样的水平相当的，是吧？收入？对，最好是找水平相当的。哎，他们提醒你了，说让你先把包验一下。包应该是真的，他比较老实。对，别说这话，咱们不说这话，别说他比较老实这话。因为我给他的那个链接，他在那个淘宝买的，然后我让他把那个截图给我，我给他钱得了，我到时候好售后，我就这么说。行，好吧，谢谢。那我之后再找的人的话，我是去哪儿找比较好呢？什么渠道都可以，关键是要跟你相当，好吧？渠道不是最重要的啊。那他的收入我能不能问一下呢？我直接跟他问啥呀？不就这么多？那能有多少呀？他现在还住宿舍呢。能有多少呀？这有啥好问的呀？这不都是个明账？就能感觉到一年大概是多少呢？你这能有多少呢？一个月不几千块钱，万把块钱，那么到封顶了那就。他是博士嘛？因为他是那又怎么样的博士？博士怎么样的博士？没有区别是吧？没有区别，是一个小领导也没有用是吧？哎呀，万把块钱就封顶了，能怎么着啊？这么少呀？天哪！好吧，好，就这样。那行，谢谢曲曲。
博士，哎，读到博士挣的钱都不够自己的学费的，都不够去 cover 自己以前家里付出的学费的。哎，再搞搞研究什么的。我那次问了一个，就是我问了一个，问了一个做科研的男孩子，就是他是在一个药企，每天在实验室里头工作的。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这个企业里边做科研的，因为做科研的他们学历都比较高嘛，都学历比较高。我说你们这里边的话，最高的收入能有多少？他说，他跟我是这么说，他说那要看拼年限，就是他说这个就是一直拼年限。他说你要有，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已经做了可能10年了或者怎么样以后，年纪也上来了，你的辈分也上来了，他说应该是可以拿到50万一年的，50万一年，就是在里面干10年以后，可能能拿到50万一年。那你看嘛，那你自己横向对比一下好了呀，对不对？这就是很实际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要论资排辈的呀，来下一个。Hello， 你好。哎，曲曲你好。哎，你好，你说。我是受一个朋友来委托来和您连麦的，因为他本人不方便录声音，所以委托我。以下是他的那个提问内容。曲曲你好，很高兴认识你，非常喜欢你。今年我22岁，大学毕业不久。然后没有看您视频之前呢，和一个比我大15岁的扯了快乐症的男的在一起了。他1年给我花了20个 W。然后看了你视频清醒了以后，我就和他提了分手。但是他现在偶尔还会来找我。然后我知道他开了个店，收入利润大概1年是150个 W 左右，然后也很稳定，开了20年。然后我现在问题是我现在没有工作，我也想开一个这样的店，然后在不同的区。有一次我问过他，他说开这个店成本要30多个 W， 3年可以保本。然后我想的是这个店的钱呢我自己出，因为我知道跟他要钱比较难，然后但是我没有创业经验，然后这些运营啊管理啊我都不太懂，然后我可以去问他去请教那个运营的方面的问题嘛，经营的问题嘛，这是我朋友。那你不除了找他请教，你还能找谁请教呢？你不是要跟人家开一样的店，那你不问他问谁呢？你是什么做加盟吗？他自己直接开，不是加盟。是什么类别的店？他说是一家眼镜店，然后他开2种店，一个是眼镜店，一个是卖那个窗帘的，好像他说。眼镜店、窗帘店，这店你1年能挣150啊？我咋那么疑惑呢？我很疑惑呀，这说的。然后他说他是在新1线城市，然后他说他很确定能有这个利润，在新1线城市。他咋了？他看过他财务报表啊，他能确定？他说他开店宝查过了。什么叫开店宝查过？啥意思啊？可能就是能查到流水的一个软件吧。好吧，那你除了问他，你还能问谁？那你肯定得问他喽。但是你也可以选择跟他合作经营啊。我跟你讲，你跟他合作经营嘛，一个人出一部分嘛，对不对？因为他跟我说他不想以后再跟他有什么联系，就想。可是你现在没有经验，你又不懂，那你怎么学呢？你这个里边的东西的门道你得学明白呀。你跟他一起合作经营嘛，30一个人出15嘛，对不对？1人1半，先开第1家，你学会了，你再自己拿钱开第2家，不行吗？然后他还有2个小问题啊，就是他们在恋爱之后，就没有和他见面了，然后也没有发生关系，但是他还想继续和我朋友在一起，然后他觉得如果，他对他的情绪价值要求很多，如果他们2个还在一起聊天过程中，这个男的和我朋友还聊得很暧昧，他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回应这个男的呢？有男朋友了？是要这样回答吗？要不然呢？
就是这样啊，想回就回，不想回就不回，就是直接跟他谈事儿就好了呀。你说我现在想跟你合作一起开一家，再重新开一家，有事儿说事儿，暧昧的东西就不回应就好了。这样是吧？但是那个男的他说这个男的目前没有开分店的想法。你可以换一个同行业的人去开嘛，他要是不行的话，你换一个别的，有没有别人挣钱的跟别人去搞嘛？你要是看中这个行业了，你就看别人的店，一样的可以找到合作方啊。然后他现在还有点担心，如果就是跟他请教的话，这个男的会不会故意给他出一些馊主意，因为他们已经所以我才说要合作经营啊，要不然就有这个可能性啊。了解，好的。他再给我回复，我再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吧。他也在这个直播间，但是他自己不太方便露声音。你们这是大人物啊，这都是大人物。一年找个男的挣150的都是大人物啊，你们这啊，还一大个人物。他问这个男的会不会怕他以后有钱就不理他了？你在说啥呀？这怎么扯到这上面去了呢？谁有钱不理谁呀？到底是你现在是要跟这男的和好吗？那么扯什么有钱不理他这种鬼话？怕他给他出馊主意，他说。我刚刚说的话等于白说了呗。你回答我刚刚怎么说的呀？这个问题就是合作开店，知道了。他说知道了。好的，好，就这样，谢谢曲曲，拜拜。好的，拜拜。什么东西都要有抓手，没有抓手那肯定是不行的。还有啊，你要是觉得这种店真的那么挣钱，你就找一个同类型的，你去打个工也可以，知道吧？但是这个呢，绝大部分人我跟你讲，他们是不会沉下心来的。这个世界上啊，我跟你们说，99%的人其实他就是不愿意沉下心来去做那个0到1，他只想去做那个1到10，这就是为什么你做不成那个1到10的原因。什么样的人能进入这个行业能挣到米，就是他先去学习了，他潜下心来把那个0到1学明白了，他才能去做这个1到10。但是99%的人都是不想去学那个0到1，只想去做那个1到10，所以导致他们就做不了那个1到10。要不然就是合作经营，要不然就是直接就是打工学1年，你不就把这个东西看懂了吗？是不是？而且尤其是像这种传统的这种开店的行业，无非就是个渠道问题，那有个什么问题呢？但是你沉不下心来干这件事情，你就老是希望自己能够独立起盘，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别人都是花了多长时间才摸索出来的，你一进去你是天才，一看就会，一学就会，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你都是要经过那个沉淀的。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要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加个粉丝团，我们每周直播3场。加入粉丝团以后会收到直播提醒，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要学习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或者是找我们1v1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边跟你们给一个圈圈的入口。什么叫我应该做过生意啊？我真的做过的事儿不要太多。什么叫我应该做过生意啊？我就是啥行业我都掺过一脚，知道吧？来下一个。我告诉你们，我跟其他的情感主播最大的差异就在这儿，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有商业思维的人，但是大部分人他们是没有商业思维。是我吗 ？Hello， 哎，你好。你好，曲曲，你今天好美，谢谢。先表白一下，谢谢。然后我先说一下我的那个自我情况，我是29岁，然后我长相大概7分左右吧，然后我现在人在美国，然后年薪20个 W 美金，然后我男朋友比我大2岁多，然后年薪大概是我的2倍，然后但是他扯过快乐证，之前那段大概是1年多左右。
然后我的家境比我男朋友好很多，然后我是1线城市的，在国内，然后家里有好几套房，然后我男朋友是2线城市的，然后还有个妹妹，然后他父母是老师，他是就是国内比较顶级大学本科毕业的，然后在那个美国常青藤这边就是读了 PhD， 然后就是工作能力也蛮强的，然后我们大概认识大半年，然后在一起3个月左右，然后他付出意识也蛮强的，然后我生日啊，然后情人节都会订那种米其林餐厅，然后送我些小礼物吧。然后就是我就想问一下曲曲，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这个基本盘还算 OK 吗？挺好的呀OK， 然后因为他之前扯过快乐症嘛，所以我就是没太接触过，就是我其实就没太接触过这样的男生，所以我不知道曲曲有没有什么建议。他多大呀？你刚刚说有没有什么坑？我29岁，然后他比我大2岁。你着急结婚吗？我蛮想结婚的。那你有问过他对于结婚的想法吗？他还是有那个意向结婚的。他说他之前那个就是那个之前的那位是有一些文化方面的问题，就是之前的那个是个 ABC， 然后那你们就可以一起商量啊，就说你们2个人就是设定一个时间节点嘛，就说因为你也正好卡在这个29岁这个年纪嘛，对不对？你说那我们2个人在一起多长时间你觉得我们都双方觉得很合适的情况下，就得往下一步再去走啊。比如说半年或者说1年，2个人达成共识，到了那个时间节点这个事儿推不动，那你就得换人了。就是说我需要去现在是跟他谈这件事情是吗？对的，要谈的。因为这样的话大家都把心揣在肚子里头处嘛，对不对？那不会觉得说我们俩处到那个节点，我又在想哎呀到底能不能结，到底能不能，就不给自己留这种疑惑。那会不会显得我很急？你本来就急。装不急有什么用呢？你这个装不急，你得上日程，是不是？好。然后我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他最近要过生日了，然后我就在想说，就是在表达我自己的心意的时候，我需不需要也就是给他订米其林，然后也送他礼物，就是这种 level 的，这种形式的，需要啊，就是同样的这种付出是吗？起码是他的程度的6-7成吧。那 OK。那比如说我去那种比如说海边订一个那种度假酒店，这种会不会有点不好，或者是还是最好请吃饭什么送礼物比较好？都可以按你自己的想法来，你觉得怎么样的形式是 OK 的浪漫的，关键点是在于2个人能够有一些美好的回忆。OK， 好的，懂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就是之前读书啊、工作就是换城市比较多，然后我这边有些朋友都已经回国了，所以我现在身边就是没有特别能拿得出手的、能给我加分的同性的朋友去给他见。然后他有的时候会想说，就是认识下我身边的朋友啊什么的，就是有利于互相了解嘛。但是我真的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表达这件事情，就是我也不想让他见我，就是比如说有些女生就是工作能力很强，然后也蛮好，但是她就比较爱玩啊，或者你懂的，就是我不想让他见这样的我的朋友。那你总得有朋友吧，你总不能没朋友吧？那你搞异性朋友出来见也可以啊。就是我的好朋友都最近回国的好多，然后这都是理由吗？这都是理由吗？你工作环境里，你1年也能挣这么多，你就没几个朋友，没个同事，没个朋友啥的。同事是有，但是就没有那么熟，就跟私生活就是工作中的那种。你这不是借口，这都不成立，这些东西。但是我就是想，就是能让他见的是对我很了解的，然后可以给我加分的那种朋友，我就找。那你要培养这种朋友啊！你没有这种朋友，你就去培养这种朋友啊！你这话说的。
但是最好还是要见一见，就是我的朋友，是吧？哎，他要是有这个诉求，你老不让他见朋友，当然也不合适啊。OK， 好的。那我没有问题了，谢谢曲曲。好，拜拜。拜拜。这个狗的名字叫白眼狗。有人问这狗有什么名字，它的名字叫白眼狗。就是当我想翻白眼的时候，他就替我翻。眼替。别人是嘴替，我这是眼替。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你们平常就是太不喜欢交朋友了，知道吧？太不喜欢交朋友了，到一定时候就没有人能派得上用场，就是这样的感觉。要不然就是拿不出手，要不然就是有些什么缺陷，这缺陷那缺陷。我跟你说，人抬人，人要靠人抬，知道吗？你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你要在别人面前就是只展现他好的东西，不展现他不好的东西，千万不要去踩你的朋友。不管你的朋友有什么缺点，你只拿他的优点说事儿，不要去踩他。在你跟这个男生的关系没有进入到一个非常平稳的阶段之前，都不要让这个男生知道你身边的朋友有什么大的问题，只让他知道你身边的朋友怎么有能力，怎么好，哎，婚姻怎么幸福，情感怎么忠贞，你就让他全部都觉得你身边的朋友是这样的。但是这个靠什么知道呢？靠你自个儿表达，明白吗？因为你每一个人他都是会有优点也会有缺点的，但是一般来讲你的朋友自己是不会一上来就展现自己的缺点的，基本上大家也是一上来都只愿意展现自己的优点。这个时候你怎么说，你怎么表达就很重要。如果你老是想要去，就是说在无心，不管有心无心的情况下，你老是想要去踩你的朋友一脚，不想让他觉得你的朋友比你更好，那这样的话就不太好。因为人一定是会去类比的，他就会觉得那你的朋友有这个毛病，那多多少少你也有一点，是吧？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呀。虽然说我身边的渣女挺多啊，就是莫名其妙的也很多，但是我都会捡好的说。那让他们见的时候我都会捧，哎，我说这个是干嘛，对吧？他现在什么情况？比如说我的闺蜜如果说有娃的，我就会说，哎呀，人家把娃养的特别特别好，但是我不会说他已经扯了快乐症。懂了吗？选择性告知啊，选择性告知，明白？来下一个，我这个指甲就是没时间搞，然后那天就只是贴了一些甲片，然后磨了一下，但是我没有时间，那天赶着约会，没时间，就只做了一半，下次再做剩下的一半，要不然我不会搞这么简单的指甲的，你看就知道这不是我的风格。喂， Hello， 你好，能听清吗？哎，可以，你说。有点突然连上我了。曲曲姐姐你好，我的问题是比较普通，我先说一下我的问题吧。我是想结婚的，但是不知道现在这个男朋友对不对。我是92年的，长相6分，之前本科是医学，在211读的，读完之后在上海做了几年医生，现在是在上海 Top 2的985读那个研究生，快毕业了，第3年了。家庭条件很差吧，我父母是农民工，我妹妹其实也是在上海 Top 2的985的研究生毕业，现在在上海当小苹果。我弟弟就是轻度残疾，我父母就非常溺爱他，现在开一个小杂货铺，但收支可能不太平衡，就不太能够养活自己。我男朋友他家里是这样的，他是94年的研究生学历，211毕业，他是一个程序员，工资在30个 W 左右。父母是4线城市的一个乡下的一个小学老师，母亲快退休了，父亲是小学校长，也快退休了，有点紧张。我们在一起1年多了，我平时也不会乱花钱，他给我买的比较贵的就是电脑啊、手机啊，然后手表还有美容仪什么，大概2-3万吧。他平时我要买什么东西他也乐意买，但是不会说我要买就是特别特别贵的。我去他家了，然后他妈妈给了我1.2个 W 的见面礼。去年10月份我们俩是见过父母的，然后双方说好了，我们那个礼金是
38.8，然后买房写我名字，但是现在他们也没有付钱。他们买房是要用我的户口的，因为我有上海户口，他自己在上海没有满，反正就没有资格吧。然后他现在跟我说，他妈妈觉得彩礼钱太多了，影响买房首付，觉得房子写我名字，万一离婚了，房没了，然后也怕我是伏地魔，反正就这种意思吧。然后现在就跟我说彩礼不会给不了那么多了。之前我问他妈妈，他妈妈说，我说阿姨，你觉得彩礼钱多吗？他说，不多的，他每次都说不多的。然后现在就僵在那里，然后他也就是现在快过年了嘛，我现在也快毕业了，我想，我现在是在考博，如果考上的话，我就去读书，他也支持我的。如果没考上，我自己也可以去上海的三甲医院工作，上升空间还是不错的。我现在考博时间也比较紧，我想我怎么能够快速的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跟他是不是合适的？如果是合适的，我是怎么推动这个问题？不要那么多彩礼呀，就推动啦。那你觉得我跟他是是匹配的吗？我是上家下家还是平配？人家配你有多的。肯定是这，人家配你有多的，好吧，那我就去积极推动这个事情。对呀，行吧。但是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家一直说钱不多，没什么，现在又说钱很多，但我父母就是因为我们的彩礼真的挺多的。我那个叔叔的女儿是大专护士毕业，然后今年刚结婚，也是40个就，但我们一般都会返回去的，一般都，然后我父母就是，反正他们都觉得刚开始都说好了，现在你的父母的想法不重要吧？我觉得你的父母的想法一点都不重要，在我这儿看来，你的父母这就已经够惨的了，就不要再听他们的了，不要拖后腿了，好吧？行。如果我们闹翻了之后，就是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男朋友他对我蛮好的，但是他很听他父母的，他父母说啥他就是啥，就是。为啥要闹翻啊？为啥要闹翻？就是他父母觉得我们家就是条件也一般，然后就怕我们家那个啥嘛。我不知道他父母到底同不同意，因为他父母现在就说，最多就是，反正就彩礼钱可能是给不太了了，然后买房写我名字就是要按那个大家出的首付写，就是你出了多少钱就行。谈一谈，对不对？把条件往能谈拢的方向谈，但是呢，不要纠结于自己的那个条件，我就要这么多，我还是怎么样啊？没必要。你房子该怎么写怎么写，对吧？彩礼我可以不要或者怎么样，考虑到这个彩礼可以投入到这个房子里边去，或者怎么样，这个东西慢慢聊，但是呢，好好态度聊，不要呛，因为你没有这个条件去呛。行吧。还有问题吗？我是想问一下，因为还有好几个就追我的，我也没同意跟人家就是那啥嘛，因为我交了男朋友我就没有那啥嘛，然后他有的是年薪是也不是很高，反正比我高吧，就50到100嘛。然后这种人，你说他现在约我出去吃饭啊什么的，我去吗？我去。我去。行吧。我想问一下我个人的，就是你说我那个我在上海的医院工作，如果钱就是不多的话，你说我出去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去企业。哎呦妈呀，你还去企业？你就在医院里好好待着吧，好吧？真的，家庭条件太差了，你在医院里待着起码有点小光环，别的地方更差。你再去一个私人企业待着，你现在这个男朋友就保不住了，人家也就是觉得你能到医院里边的话，还稍微能带点劲儿。行。行。好的。好，就这样。拜拜。谢谢主持。我告诉你们，这个世界上有2个行业是能够给你增加光环的行业，
一个行业叫做教育行业，一个行业叫做医疗行业，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多大的官儿，多大的领导，多大的老板，他总有一天还是要看病，他总有一天孩子还是要读书。这两个行业是亘古不变的强势行业。如果你自己家里很差，你自己也不是那种能力特别强，能够在生意场上打拼到一个什么程度的，这两个行业对于你来说就是能够为你增加光环的最佳选项，明白吗？这是最现实的一个东西，因为每一个人都要读书，每个人都要看病，所以说他再大的老板，他也不可能说他孩子不读书，他也不可能说他老人不看病。你能够让别人怎么在你没钱的情况下还能再低你一头，还能再求一求你，其实也就是这两个行业了，没别的了，真的没别的了。你不要跟我谈那什么公检法，你自己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家里没有那个实力，你也上不了那个岗，好吧？这是我跟你们说的最实际的。不管你家里多差，但是哪怕你能当个小学老师，那也有人求，也有人得求你。那个小学老师的家长他也得求你，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有些行业它就是可以穿越经济周期的，知道吗？你们要是自己没有那么大个本事，就知道自己能吃这碗饭就不错了啊！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角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宝宝加个粉丝团，加了粉丝团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要学习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或者要找我们团队1v1，或者是要跟我们团队做其他链接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你们给个圈圈入口。来下一个。小姑娘千万不能好高骛远，好高骛远，到时候还有几个男，这男的也是现在还勉强年轻，再长个几岁，谁还能接受你这个家里的这个情况啊？难了，接受不了的，我告诉你，除非你不告诉人家，除非你说你是孤儿，别人宁可你是孤儿，你知道吗？别人宁可你是孤儿，别人不接受你这家里这那这的。Hello， 你好。Hello， 你好。哎，你说。我先说一下我的情况，就是我是99年的，然后身材颜值还可以，自己也有做自己的事业，然后一年大概就是30-40的样子，然后原生家庭是比较普通，然后男方呢是87年，比我大12岁，然后是基金行业的，围城内，然后是皇帝男，然后几乎就是一周的话见5-6次这样子，然后晚饭都会一起吃，所以然后大概的付出是2年是250万左右。他是围城内是吧？围城内。OK， 然后就是非常感谢曲曲和安安老师，因为第一年的话就20-30的样子，然后经过学习啊，然后这样子，就第2年一共拿到了200多，但是现在1个月到手其实就是1.5左右，然后房租也是1.5，然后半年前其实我有闹分手，然后也想后撤，然后他就说给他半年的时间处理，然后第2天就给我买了车，然后付出也是有加大的。礼物也是从之前的几千，然后到现在的几十，然后其实现在到了那个半年的时间节点，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我的想法是我有一点累，但是我现在是没有下家的，就是是否适合后撤，还是说我后面的路径是怎么样的？然后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做自己的事情的，然后跟他在一起，大部分精力都在他的身上，其实是有点内耗的。那我怎么借着这个时间的节点，再拿一笔付出，或者是说什么都不要就直接断掉这段关系呢？你刚刚说你多大？99年。
99年，99年你还很年轻啊，你在几线城市啊？现在在1线。这个男的什么身家水平？大概就是几千这样子。几千的身家水平，那他给你一年，今年这一年付出了这么多的话，已经很极限了，非常非常非常的极限的一个付出状态了。你是想让他扯快乐证跟你好啊？我不想跟他就是长久的发展。不想，那你还琢磨啥呢？你不想，你不用琢磨啥呀，你自己想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呀。那我是要跟他，因为到了那个半年他给的那个时间节点，他说他要处理好这个事情。哎，处理啥？处理什么？就是他想扯快乐证。你又不想让他扯快乐证，你为什么要跟他卡这个东西呢？万一他真的扯了，你怎么收场啊，小姐？对，那我就不提这个事情吗？有啥提的？你就是说人生目标不一致也可以，或者你原来是个什么状态，你现在展现出一个不一样的状态。比如说你原来是没有搞事业的状态，现在你好去搞事业了，或者你原来接触不到很多男的，现在你去接触到很多男的了。你把这个坏人呢让自己做坏人，这样的话他就不想走扯快乐证这一步，他不走扯快乐证这一步，你就有退路。他真的扯快乐证，你没退路了呀。对，那所以就是我正常要做自己的事情，因为今年我还想要重新就是开一个自己的公司，然后我就直接去做嘛，因为那样的话可能就会分开的时间比较多。对呀，自己做自己的事儿，知道吧？他觉得你变了，你不是曾经他想要的那个人了，他也就放弃了。而且你还年轻，好，那就是说，也不用再跟他提这个事情了，就是说时间到了。哎呦，你不要去跟他扯这个事儿，你跟他扯这个事儿，他真的会去扯快乐证的。我跟你讲，因为他的几千的身家，他付出200多个很极限了。我再跟你说一遍，他这种极限性的付出，很有可能导致推动他做出扯快乐证这个行为。他做了这个行为之后，你就没退路啦。好，那我懂了，那我就是直接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对呀。那我还能在他身上还能拿到一笔什么吗？我是建议不要，因为真的这男的身家水平就这样，搞多了也不好，搞多了你自己也脱不了身，好吧？好的，好，那谢谢曲曲，谢谢安安老师，好，拜拜。这是我们安安老师的1v1学员嘛？这一听就是安安老师的1v1学员嘛？我们这手底下的老师是这样的，在我们这里学了一身硬本领，虽然说能够帮很多男人，能够帮很多女人，是吧？从他们的这个对象身上也好呀，或者是他们认识的这个甲方身上也好，领导上也好，获得一些资源、平台、物质。但是我们的老师现在在我们这干得太愉快了，知道吧？在我们这干得太愉快，虽然学了一身硬本领，但是呢，他们就不需要再在男的身上用了，就没有意义。在我们这干的挺好的，稳当。在我们这干的极其的稳当，学了一身硬本领，最后在我们这干的极其稳当，觉得这也没有必要在外面去别的地方用了，没太大必要。而且我们老师都是成功案例，自己都是成功案例，都是因为在我们这确确实实学习啊，或者是1v1干嘛，他们自己确确实实实打实的，也觉得自己提高了很多实惠啊，有了很多的实惠。所以说大家，我们这个团队的凝聚力，我跟你们讲，那是任何一个团队都比不了的。我们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和我们这个团队的责任心，是其他的任何情感机构也好，或者怎么样比拟不了的，真的比拟不了。因为大家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既得利益者，他是在一个统一的价值观和一套统一的打法下面是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们是很难去被割裂的，你知道吗？真的很难被割裂，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加个粉丝团，加了粉丝团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要学习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或者是找我们老师1v1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你们给一个圈圈的入口。来，下一个来。
我说了的，我是要发大财的人，跟着我的人或者是喜欢我的人，至少也得发个小财，at least， 对吧？至少也要发个小财，哎。Hello， 你好。你好。你说。许，我简单跟你说一下我的问题，就是我跟我现在的男朋友，我们两个现在有一个孩子，然后呢，这个孩子刚刚2个月，我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当初我去夜总会的时候兼了个职，他当天晚上就把我领出去了，然后给了我大概2万。后来呢，我们2个人就是我也不在夜总会做了。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啊！你这不要太猖狂说话啊！好，对不起。然后后来呢，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看他开了个法拉利，第2次又开了个保时捷，我就觉得他很有钱。有一次我就查了他的身份证，然后呢，我发现他是在广东这边开了一个工厂。我自我推算就是，这几年的话，他应该赚到了一些钱，因为他那个工厂已经是27年了，他爸爸给他的。然后呢，我当时赌的想法就很大。我们2个1个月就怀孕了，我跟他说我怀孕了。你看过连麦规则没啊？对不起，我忘了，对不起，就是当时我就想着说是带球的这个事情，我就跟他说这事儿，他说那你生下来我养。我当时赌的性质是很大很大的想法。结果呢，这10个月当中，我带球这10个月当中，他每个月给我钱给的特别少，才给2万块钱，但是我什么也没说，我也不跟他闹，不跟他作，不跟他闹，我就想让他把我的想法，因为我们当时2个人认识的途径不太好，想让他把我的想法给扭转过来。但是在这10个月当中之后，我发现我想打入他的社交圈，然后打入他的生活圈，绝对是不可能，因为我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然后呢，在我把孩子生下来之后，我就跟他提分手。最开始的时候，我跟他要了60，但是呢，他不同意，他说最多给我30，还让我把孩子给他。然后我就跟他反复拉扯之后，就是我们2个人关系闹得比较僵，最后他答应给我60，然后其实这个孩子是我自己很想要的，然后我就想跟他说，我说我把孩子给带走，然后你给我这60，但是他给我这个60也很费劲，前几天他刚拿了10过来，后来我就通过了另外的一个朋友，是在体制内的一个属于一个中等的一个苹果吧，查到了他的围城里面的老婆也是一个小领导。小姐，你能不能对不起，也是一个小苹果。所以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我想跟他断，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跟他断，就是我很想把剩下的50拿到手。那你就上门扯皮呗，那你能怎么着呀？你这脑子上门扯皮呗，你这。可是你的意思就是我要找到他的家里，找到他的围城里吗？对啊，直接上门扯皮就完了嘛，一次性买断嘛。其实他是答应我了，他答应我说是这个钱剩下的50分3个月给我，但是呢，我总觉得他做不到。而且还有一个重要嘛，就是前几天的时候，他就管我要我们家孩子，我不给他，我说如果我要是把孩子给你的话，你怎么养？我就拆穿了他一世围城的这个事实，然后他就动手打了我。所以呢？所以不改变结论吧？你这个细节跟我们刚刚给的结论有什么关联呢？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人是有暴力倾向，你知道吗？我自己带着我儿子，我说上门，这不重要吧？你只有这条路呀，你最后你要这个米，总是要扯着一场皮的，所以我就要豁出去是吗？那肯定啊，自己要走这条路的，你不得豁出去啊？而且你知道吗？他还跟我说，他就是自从上次我拆穿了他围城这个事实，他还跟我说，他说要杀了我。我就觉得真他妈的服了。下一个，有病啊！
，Hello，那警告了，烦死了，真的是。所以说脑子不好，干什么都不行，知道吧？真的，我跟你们说，脸重要吗？脸真的不重要，在这个世界上，真的脸都不知道排序要排到哪里去，脑子永远是第一位的。脑子不好，干什么都不行。真的，脑子不好，真的干什么都不行。我告诉你们，你别管是做事业的，还是搞男的还是干什么的，但凡能出结果的，那脑子一个比一个顶着好用。要不怎么让你们没事多读书呢？多出去见见世面呢？别人说，真的是叫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你们知道为什么你们今天会觉得我人间清醒，为什么会觉得我有智慧？是因为我真的就是阅人无数，我就是在我们同等年龄段位里头真的是叫阅人无数。不看看外面这个世界，睁开眼睛看看外面这个世界，看看别人都在干什么，别人都在做什么，天天活在自己的想象当中，被光环所迷惑，不白批你白批谁呀？不带着脑子出去说话做事儿，干什么都不行。哪怕今天就是一个简简单单连麦，为什么有的人10分钟能把问题聊得明明白白？为什么有的人的10分钟他就稀巴烂？来下一个。Hello， 你好。Hello， 哦，你好。哎，你说。我很欣赏你，对，到我了，我可以让阿姨说吗？念吗？什么叫阿姨？让阿姨说是啥意思？没有，让我们家阿姨念，可以吗？念稿子，来吧，对，展示。我很欣赏你，来，他肯定念的慢，嘴替，嘴替念得好哎，快！我们的问题是生几个娃，个人30，学历美国研究生，名校，家庭所有加起来不到一个小目标，但是3个弟弟，长相是校花这种意思，个人收入有粉有粉，个人年收入小100万，以前恋爱脑，现在清醒，本来计划独立一点的，自己可以有娃，可以不婚，看你后可以多项发展。目前2个项目是男1号选项，2个项目2个选项，男1号、2号，1号是比我小6岁，他的身份是我后来相处后无意中发现身份，家里排行榜，名校，继承家庭事业，能收到的100个太阳起步，独生子，关键很帅，基因和人品我遇见是满意的基因，和我一起的时候校园很甜美好，但是他极其节约，但我无所谓，我是那种我欣赏我可以的花米啊，欣赏我的给我的花米，欣赏我的给我花米。类型，国外朋友介绍很多共有，一般我送礼物他也还礼，我说不用，我觉得是家庭教育好吧，但确实是节约型，因为他世界飞到地啊，异地飞到异地，我平时工作却也很忙，见面就很甜，他肯定多偶难，
知道自己很优秀，觉得就不需要很甜。他要你先说第二个行不行？来，让阿姨从第二个开始念，从男2号开始念。啊，1号还有2句。我也不在意这点，我只喜欢基因，然后考虑有娃自己养，未来他也许对孩子好就行，对我自己无所谓。2号，欣赏我的是围城内比我大8岁皇帝男，长相过关，自己创业，估计10个太阳左右，3娃，2男1女，在注意到我这个水平，基因标准一般，但付出认识半个月，刚开始要我卡我没给，他想转50W，我1周没要，后来吃饭非要我选礼物，选50W，过了几天又100个 W，20天我手还没上签，他觉得我很优秀，他不急，很想我有娃，问过我理想，要求我有说房和2车，他觉得 OK 吧。他又提到给我前女友他又提到给他以前女友1000W， 给家里的买了一个太阳房，还有4分钟啊！他自己也住进一个太阳房，目前没有查过这人，见过5次，都是吃饭电影，他总说养我，我就觉得水平目前没有达到心理要求，除非几千 W 房起步，但也还能纠结，这是个美国弄娃，因我在意1号想法，将来某一天知道，所以这个人基因我要不要，也脊椎我都想有我的基因，但我看长相和是否合格，父亲、智商这些，所以我俩都要娃，还有就是1号的娃，就只有1号的娃。就只有1号娃，因为我觉得未来几10年很复杂，分开养，因为我的内心理想生活，不用念了，等会儿。主要也在意1号想法，目前也许未来不在意，也许不一定。让人家说。你的问题就是跟谁生，是吧？1号是肯定生，1号是肯定生，2号不确定啊。那你就你1号是肯定要生，2号现在是不确定，是吧？那2号你就不用想那么多了，因为你本来他也没有达到你的标准，你现在就跟1号怀了就行了，一条心，你不要想那么多，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2号也不可能接受说跟你喜当爹的，你这个事最后要漏的，没太大必要，搞得风险太大。2号很想，2号很想，他想他的呗，他想又怎么样的想？他想他的，你不想？他觉得但是1号很抠，1号很抠门，没有关系啊，因为2号再怎么不抠，但是他达到不了你的标准呢。你也说了，几千个 W 的房子起步，那你能一次性让他先给你个几千个 W 吗？如果他给了呢？他给了呢，你不能跟1号怀了，那不行，那不就结了？明白，好，你的核心诉求都已经在1号这了，那2号都说什么都是白的，好吧？
啊，好了，谢谢，拜拜，拜拜。我的个妈呀！你们每天你看看，还有人说我这是剧本的，我的个天呐，剧本我都不嫌费劲的，我真是不嫌费劲啊！还说是剧本不？我害怕，我真的害怕。你们这一个个的，估计都是那个福布斯上面的，哎，你们这都是福布斯上面的人物，知道吧？咱们就是说呀，有这个身家水平的时候，就不节约这个钱了，好吧？哎，闺蜜圈等着你们，我们都是有口子的，好不好？有口子等着你们的，不要再节约这个钱了，行不行？阿姨好费劲，这阿姨一个月拿多少米啊？真是。阿姨自己把自己说笑了。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个关注啊！不用，这没听懂就不用听懂了吧？1号富二代，2号老男人，1号围城外，2号围城内。他想跟1号生娃，但是2号给米给的多。但是不管2号怎么给，他都不能放弃跟1号生娃的这个意愿，就是这个意思啊。来，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大家要那个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或者是找我们团队链接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你们给一个入口。来，下一个，我中文还可以啊，中文阅读理解还可以的。饮水。中文阅读理解学的不错。下是下一个，我们的金贵的关系是有社群的，社群里面有很多很多志同道合的高段位的小姐姐，所以大家不要相信某私某信，不要相信任何人给你们发的某私某信，说给你们金贵什么的，那个东西没用啊，不要相信哦。唯一渠道就是我们首页粉丝群啊。拈花可乐连不上，拈花可乐连不上。对，1号高富帅，他要逼着人带球，他要的是1号的基因。反正这女孩有米，她自己有米，她有米吗？那就选高富帅呗。把高富帅的娃偷偷一生，生完了以后1年以后再去跟你这个2号老爹爹跟他就假装没有生过的样子，再去跟他谈恋爱，好不好？可以吧？这个路径可以吧？然后消失一年，这一年你就说你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了。别个1号没听他说吗？家里100亿身家，排行榜。然后高富帅 ，Hello， 你好，米水煮小废柴。你好，很不好意思，稍等我一下。喂，你好，能听见吗？因为我这边戴着耳机。戴耳机听得不是很清楚。现在能听到了吗？你先说。是这样的，就是我现在，我是27岁，然后有一个。你不要一直动麦，啊，杂音很大。哦，好的，是这样的，就是我现在是26岁，然后今年27，然后，有一个男朋友，目前是在一起4个月。哎，掉了，信号不好，掉了，重新连一下。你说别个有钱的小姐姐都是这么想路子的，你们这些穷的叮当响的还有什么饭可以吃哦？眼前的小姐姐都是又要搞
二代的又要搞二代的基因，又要搞一代的米的，你说别个有钱的小姐姐都是这样想问题的，你们还有饭可以吃吗？我真是为你们感到焦灼，我为你们感到焦灼啊！他叫啥来着？人呢？再连一下。哎，所以要不怎么说这个格局要打开呢？格局要打开呀，宝子们。你接着说。Hello， 你接着说。喂，现在能听清楚了吗？是这样的，就是刚才的信息我可能需要重复一下，就是我现在是27岁，然后有一个男朋友在一起了4个月，然后第2个月的时候在他家里面的时候有一个女生进来了，然后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是他的前妻，然后回家来拿东西，然后当时他给我看了一张条子，是2021年然后在法院起诉的扯快乐证，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然后冷静期的时候封控了，所以没有去扯下来。然后后来就是这个事情，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和我说，他说想全部办下来了再和我一起说。然后我就想着那也就等他办下来。然后这个期间我情绪价值提供的也是蛮好的，然后2个人在一起也很开心。然后年后的时候他就去积极的推进这件事情了，然后也去就是又掉了，来连下一个来。信号好了再连吧，来下一个。三观被震慑了，没事儿，你就当剧本听嘛，是不是？离自己的生活太遥远，咱就当个故事，听个乐儿，就听个乐儿啊！大家千万不要因此而产生心态波动啊！离你的生活很遥远的时候，你就当个乐子听，千万别往心里去，听到没？哎，别给自己整抑郁了啊！本来我们这是个开心快乐的直播间，千万不要给自己整抑郁了啊！下一个谁？对不对？哎，就当个乐子听，你们就只当是在听了个脱口秀，是吧？听了个脱口秀，听了一场小品。每天都想听我说话。有些男的有几个大哥的跟我说，每天晚上不要放一下我的那个视频回放，他们都觉得睡不着觉。Hello， 你好，雅雅。雅雅，哎，喂，你好。哎，好，你说。哎，你好，你好，听到。哎，等会儿那个你先开车吧，你等会儿别管我了，我自己打车到虹桥去。哎，我接个电话。喂。你说。不好意思啊。然后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现在的男朋友他在围城内。声音大一点，声音大一点。这些年好，我现在声音大，能听到吗？然后我跟我现在的男朋友呢，他是在围城内的，然后他是从外地过来到1线城市来工作的，然后他年收入大概100左右，我们在一起大概6到7个月。你是戴耳机了吗？声音非常小啊。我把耳机等一下，现在可以吗？可以了，接着说。然后呢，他从另外一个1线城市过来的，然后做基金行业，然后他在我身上花了大概90W，我们在一起半年左右。然后之前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我之前还有认识一个另外一个男生，然后被他发现了，但是后来我们后来还是和好了。然后现在的问题是，他跟我说是今年的4月份跟他的围城内的这个结束掉。然后呢，我昨天的时候就我们现在其实是在这个1线城市同居的，我们就每天生活在一起，他一天给我点3餐，然后花钱也是愿意的然后但是现在一个点是昨天他喝多了嘛，那喝多了之后呢，我发现他在楼下，就是他是每天晚上要跟围城内的要打一个电话的，然后他在打电话，然后他也喝多了，然后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因为他手机密码是我的生日，我把他看了一下，他把他
他喝那么多，还把通话记录删掉了。我也看到他们两个聊天记录，我看到的部分是没有任何什么好像亲密什么的，反正就很淡很淡。但是我也看到了我跟他的聊天记录，他是把我跟他聊天的所有的亲密的部分全部删掉，但是就是留的是工作部分，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工作部分的问题。然后我还看到他在某些软件上面有跟最近没有跟别的就是身材非常好的这个女性这个打招呼，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具体的聊天。而且我发现他在百度上有一个搜索栏，里面是搜索了一个关于那个方面有关系的东西，但是他搜索的那个时间段其实是过年他不在我们不在一起的那个时间段，我觉得他有可能是跟他夫人发生了点什么吧，我猜测。然后呢，就所有的就是所有的这个迹象可能表明，就是说我觉得他可能4月份结束这个事情可能性不是很大，然后但是他4月份可能4、5月份可能会有一笔很大的这个钱进来，估计有400-500W。那当时我们就想法说如果这个钱进来的话，当然分批进来，我们就在这个1线城市买个小公寓，然后给我。但是呢，我现在觉得说，如果是我其实愿意的是，第一个就是如果他4月份愿意结束这个关系呢，那我知道他可能身上也没有那么多钱，可能会有给一部分给到那一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钱上面我可以就是那个，如果是说他不能结束，那我的想法就是，如果你不能结束的话，我要的就是你把钱给我，然后当做补偿，我也能接受。现在呢，就是今天他又出差了，然后我在这个地方工作的地方嘛，就1线城市。然后我就想问的问题是，我现在应该怎么跟他相处？然后我的思路上面有没有问题？我希望曲曲能帮我指点一下。你刚刚多大？你多大？对，我再说一下我的情况。我现在是34岁，我有打过结婚不好意思，打过那个快乐证，然后有一个女孩子，但是我基本上不带，因为我在这边工作嘛。然后就是我的收入的话，我自己现在开一个小公司，然后公司大概年收入在50到100W 左右然后属于初创，但是今年应该发展的还有希望。你自己条件也不差，你找这男的干啥呀？这男的也不咋地呀。对，然后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他对我的付出的意愿和付出的实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可能我自己预见的是，就是对我而言，我觉得蛮简单的道理啊。你自己也能挣到米，也有过婚姻，也有过娃。现在其实你应该是在一个松弛的一个状态里头，在松弛的状态里头，应该是这个男的给什么你要什么，有什么你拿什么，你不应该去纠结于这些东西的。他愿意付出，那是他自个儿的事儿。他愿意顶着个围城在这儿跟你夸夸给，你就拿着，你就享受。你为什么要去纠结于他能不能给你这个身份呢？或者是纠结于他怎么这个女的那个女的查了这个东西查了那个东西，有意义吗？你这是多少有点想不开，因为这男的条件没有那么好，没有好到我今天就是把个锄头，我的妈挥死再把他挥过来的地步，他没有到啊。他段位差得很远呐。是的，但是我是觉得他其实他的可能我对他而言，就是我觉得他首先第一个有一点点光环嘛，对我而言，我这个不可否认，我觉得他有点。第二个就是他未来的潜力发展还是有。第三个就是我其实是被他的付出冲昏了头，因为可能在我接触的这些人当中，我觉得这么短的时间能付出90W，我觉得我还是很向往的。所以我告诉你了，他的付出是基于你们身份的不对等。他才做这样的付出，你维持身份的不对等，那么就能维持他的付出。身份一旦对等了，他的付出会发生改变的，而且他本来他的证明能力也没有那么强。是的。那我应该比如像他4、5月份可能有这个400个 W 左右的一个进来，因为他是另外一个业务的东西嘛出来，那我怎么样才可以我的利益最大化？还是我说的嘛，顺着来就好了呀。本身是怎么商议的就怎么往下走就好了呀，买就买呀，买什么就买呀，你不用去跳，有什么好跳的呢？你现在是这个关系里的既得利益者，你去跳，
改变你们关系之间的这种平衡，可能这个东西它就没有了，到嘴的肉就飞了，有必要吗？那如果是4月份他没有结束这个，我当时要不要跳？跳个毛啊！他不会结束的呀，他不可能结束的呀，他不会结束的呀，不用跳啊，顺着把房子搞定了就完了，有什么好跳的呀？那就正常相处。对呀，就是如果他不，我也不去提这个事儿。有啥好提的呢？然后就等到4、5月份钱到了，我就说啊，那我们就不说好的买那个房子吗？那我们就去买了就好了。对呀，对呀，这就对了。那如果他说，哎，那我现在可能就是钱没有，那我们再晚点买，或者他有他会不会有想撤退、不想花那么多钱的这个想法？那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处理？哎呀，感情只要处得好，他有什么必要呢？这男的本来心就野，本来就喜欢把你往外掏，他有什么必要呢？对，我觉得他自己一年挣，他自己一年就挣100来个，他能给你这下出90个。就这男的本来就是那种喜欢在这些花丛里头花米的这种男的，说白了，给他定的死死的。你跟他之间的关系真的处得好的话，他有什么必要不给你花这个米呢？实际上他本来就是个人。他确实，我觉得可能以前他也是就没认识我之前也是那种人吧。当然呢，他还能因为你还变成这样的人？你做梦啊！没有，我是觉得，我对你之前讲过，就是不要认为别人特殊，也不要认为自己特殊。对啊，是啊，对。然后他跟他的这个夫人的状况，不要说这个词啊，会不好意思，他跟这个这个往下说，咱们都听得懂，又不傻。对，然后他们的关系确实不是特别好，然后会有可能分开嘛？我倒是觉得没有必要。有没有可能是一码事，根本就没必要。他这种人要是干啥呀？我的天哪，他妈当个香饽饽似的。他跟他那个在一起的时候是这么操作，他跟你在一起还不得这么操作？有什么区别呢？这就是我说的，不要认为自己特殊，从始至终的贯穿好，知道吧？不要在任何1分1秒发生改变，不要在任何1分1秒发生改变。就算有一天你那个锄头挥得好，把它挥过来了，你还不是作为他家里这个的角色的存在，他还不是得在外面这样，有什么区别呢，小姐？是啊，但是我现在其实想找一个确定性的，我觉得他人挺好的。好啊，好在哪儿了？好在哪儿了呀？好在身在曹营心在汉，好在哪儿了？好在花钱陪伴，然后那是啊，我都说了嘛，一切基于身份不对等，一切基于身份不对等，好吧？好，那我明白了，那我知道怎么操作了，谢谢曲曲。好。你们的想法是，他现在不完全属于我，他都会给我付出这么多。如果他完全属于我了，他不是得给我付出更多吗？你们的想法是，哎呀，他现在能够给我付出这么多，可是我的关系跟他没有进行强绑定。如果我的关系跟他进行强绑定了，他不就能持续为我付出这么多了吗？对不对？这是不是你们的想法？可是你们不觉得你们的这个想法根本就是个谬论吗？他现在为你付出这么多，有没有基础条件做前提啊？什么基础条件是前提啊？身份不对等，对吧？什么东西能够唆使他一年挣100个给你花90个？身份不对等，对吧？他觉得我给不了你这种身份，所以我在别的地方做补偿。一旦基础条件被打破，你后面你只看到这个事儿的好，怎么着呢？好的部分还能持续好，坏的部分就不会持续坏，是这个意思吗？坏的地方被改变了，好的地方持续好。生态的平衡它本来就是，为什么人家说蝴蝶效应，一个点位发生改变，全盘改变，懂了吗？那不是说这个点位改变了，只把它坏的地方剔除了，好的地方保留了，
哪有这种事情呢？这不就是你们觉得自己特别吗？对不对？他家那位搞不定的事儿，你就认为你搞得定？你是长了什么三头六臂你搞得定？这男的一把年纪了，天天这看到女的，哎呀，这丰乳肥臀的，看着就想上去撩个骚，看着就想上去撩拨两下，怎么着呢？你就跟别人不一样，你就有什么特殊魅力，能够让这个男的一心一意，眼里只有你？凭啥呀？每一分每一秒看明白自己不过就是芸芸众生当中最平凡的那一个。我告诉你们，你跟别的女人对他来说没有差别，知道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个什么样的人。来，没有关注的宝子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加个粉丝团，没有看过金贵的关系，没有进过金贵的社群的，或者是想找我们团队链接1v1的，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你们给个圈圈入口。除此之外，你们连麦之前也一定要去我们的圈圈里面熟读连麦规则，不要破坏连麦规则，否则会被挂掉的啊。来下一个，来播到2点今天。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女人有什么想不开的，娃也有了，米也有了，啥都有了，还偏偏的执着于这个身份。他能给你的都给你了，已经，你还要啥身份呢？要啥自行车啊？要啥自行车啊？这男的自己不当个人，你去心疼他吗？有什么好心疼他的呢？对不对？Hello， 曲曲，现在能听清楚了吗？可以，你说。就是刚才说到，就是他过年之后去积极的推进就是扯快乐证这件事情，然后但是是前年的事情，所以他们的那个有效期过了，所以过完年去办这个事儿，但是还是需要有1个月的冷静期，然后他的意思还是就是等到这冷静期完了之后，然后再一起跟我谈。然后我最近的情绪价值给的也蛮好的，然后我想的就是这1个月呢，也就是还是照常的和他在一起，然后等到1个月之后，就是他跟我谈的时候，我再一次性全部谈完，然后顺带拿1个补偿。然后但是我就想问，因为他和他的上一位是他们在一起10多年了，然后我进入围城有3年，然后我想我发现他们的手机联络还是蛮频繁的，然后包括另一位之前面了，然后他也给他说是要寄药什么的，然后我感觉他们10多年的感情也不是那么的浅，就挺深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之后跟他的相处过程中，是不是他可能就是要和他的前一任还是会联系的，会有一些多，就是当时他跟我保证的是说是以后非必要不联系，但是我又觉得10多年的感情不可能说放就放。他们有娃吗？他们没有，然后家里面好像也对那位不是很满意。我建议你啊，在他证没扯下来之前不要跟他来往，知道吗？就是跟他说，就是你把证扯完了之后再来跟我说这个事儿。对啦，屁都没见着呢，一天天的在那画饼。我刚刚是不是跟你们说了，画饼有对物质的画饼，有对资源的画饼，有对身份的画饼，你们这不就是一样的吗？这不就是给你做身份画饼吗？哦，好的，然后还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看到他们聊天记录之内，然后说到就是他的家人就是之前对他前任有一些侮辱什么的，如果之后我们还会在一起的话，就是谈的时候我是否需要问一下他家庭条件，然后或者是他和他前任到底为什么分开，然后以及他家里面对他前任的这个情况，就是我需要去了解这些吗？你现在都没问过，你还这需要了解吗？你这都没问过，你婚了？不是结婚，就是正常的谈对象。因为是我看到他前任说什么他家里面人侮辱过他，但是这个事情就是我只看到一条聊天记录，我没有具体去问。小姐啊，就是我是想问这种事情，不管你看没看到，一个男的要扯快乐证，你总得知道是为啥吧？不管你看没看到，你基本的这男的家里什么条件，几口人，什么收入水平，什么这些东西不都应该了解吗？
这些我是了解的，但是就是他前任说什么被侮辱什么这种就是信息，我是也是需要去问一下的，对吧？废话。好的，那我知道了。还有那就是比如说他今年才扯的快乐证的话，就是如果一直往下推的话，是不是还是按照比如说半年或者1年去跟他去说，就是以后要推进结婚这个事儿，还是可以时间拉长一些？为啥要拉长啊？如果人家都扯快乐证了，不就是要你们马上就得结婚吗？扯快乐证了，那不结婚，那拖到猴年马月去啊？好的，明白了。还有问题吗？那我没有其他问题了。好，拜拜。好，拜拜。说不说实话你也得问吧，大姐啊，你们这些人说不说实话也得问吧，连扯快乐证的根本原因都搞不清楚的，你搞个毛啊！一个人对待婚姻的态度可以这么随便吗？啊，想结就结，想扯快乐证就扯快乐证。哎呦，我跟你们说，你们不要觉得，就是你们不要对人性有不切实际的期待，知道吗？不是每一个人上来就是抱着一个我对于婚姻忠贞不渝的态度，我誓死都不结束这段婚姻的态度去进入关系的，不是这个样子的。一旦这个里头发生了很多的变数，那么这个人他就有可能会想法就会改变。来，下一个来。男人说分手要不给补偿，要不要？你不要干嘛？你不要自我感动啊！男的说要给补偿，一定要，恨不得还要多要点啊！别在那自我感动，怕怎么嘞？怕你在他眼里的形象做低了。你要那个形象干啥呀？要米不来的实际点。你要了米，出去给自己买一身形象穿着，那个形象显得好，好吧？有啥好让他愧疚的呀？他那个愧疚对你来说有什么实惠啊？我就不懂了。搞点实惠的行不行？你们这些人一天天的净整那些虚的，要不怎么你们的吃饼呢？要不怎么人家喜欢给你们画饼呢？一天天的净喜欢整些虚的，我的自尊心，他的愧疚感，净整些虚的。下个谁啊？分手了，他不删我的微信，他为啥要删你微信？你不也没删他吗？他为啥要删你啊？他万一以后哪天晚上寂寞了，还想跟你搞个回头那个啥呢？对不对？还想跟你炒个回头饭，还想跟你炒个现饭，还想给你做个回锅肉呢，那不好找你吗？你们看这一天天这恋爱脑问的问题啊！哼，怎么着呢？不删你代表还爱你，哼，你就爱听这。Hello， 你好。Hello， 曲曲，你能听到吗？可以，你说。首先表达一下很喜欢你，真的听你直播很久。然后我今天想咨询的问题呢，就是想咨询一下我跟一个男生的关系。然后我后面会说我的诉求，我想问一下怎样才能达到我的诉求。然后就是我先介绍一下我的 background， 就是我人在澳洲，然后我做的是程序员，然后我的收入大概是在11到12万澳元，然后我是94年的，然后今年就马上要29岁了，然后我学历的话呢，也就是研究生，然后颜值的话呢是7分的样子，因为属于长那种比较甜的类型。然后我家里的背景呢是家里做生意的，大概有几千个。然后对方呢是就是今年是本命年，就是今年马上满36岁。然后他也是就是研究生学历嘛，然后他收入呢是20万的样子，然后也程序员啊。然后他父母的话就是国企退休的样子。
然后关于我，就是我跟他的背景介绍完了，然后现在介绍一下我跟他的关系。其实就是总的来说，就是我对他是很满意的，就是他已经是比较就是非常接近我的择偶框架了。他性格是我特别喜欢的，因为我喜欢性格稍微软一点的人。然后我唯一有一点不满意的地方呢，就是他有一点点胖，然后他是那种脂肪包着肌肉的。然后我之前被他吸引是因为他的性格，而且他也会去健身嘛。然后后来我才发现他去健身是一阵一阵的，他说去的多的时候瘦的比较多，现在他就去的比较少嘛。然后他自己说他自己是那种非常容易摆烂和放弃的人，就是我跟他之前没有拥抱过之前，他就说他减不了要放弃。然后后来圣诞节的时候，然后我们两个拥抱过了之后呢，他开始上头了。然后我跟他说1个月减2公斤，他也答应了。然后他也跟我说他大概率是那种追女生的时候拼命减肥，在一起了就会发福，所以感觉他不太能一直保持身材。然后总结来说，我跟他的关系是我跟他去年9月份就认识了，但是圣诞节开始才比较有发展。我很喜欢跟他拥抱，但是我发现好像没有办法 kiss。然后你们到现在为止才进行到拥抱这一步是吧？你这个拥抱是真的是拥抱，我以为你是在委婉的表达什么东西，结果你真的是拥抱。可能还有一些手上的动作。然后就是我马上讲完，就是我想象过发生那个什么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会因为他肚子上的脂肪而没办法下嘴。前男友都是偏瘦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他的体型可能是让我没有办法 kiss 的原因，就是没办法下嘴的原因。然后最后总结就是我喜欢他的性格，也是真的非常喜欢，但是也是不喜欢他的体型。那我的诉求呢，是我想让他长期有健身的习惯，并且在一起之后也会一直坚持下去。就是我感觉跟他放弃很可惜，然后在一起的话，可能身材这一点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接受。然后我第一个问题是我怎样才能达到我的诉求？小姐，你多大？你27？没有，我今年满29。然后你以前谈过几个有实质关系的男朋友啊？3个。有3个，3个时间很长，都是身材很好吗？稍微偏瘦一点点，中等身材偏瘦一点吧。但是都会去健身房这样子的，就是有保持身材的意识。是这样的啊。怎么说呢？你这个感觉吧，我也懂。因为我也喜欢身材好的，我也遇到那种就是方方面面可能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我感觉这个人如果不爱健身，但是我是这么觉得的啊，你说咱也这么大了，是不是？你呢也自己也有跟男生贴的这个意愿，对不对？我觉得你不妨先一试，不妨一试。万一你试完了以后，其实觉得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恐怖，对吧？发现其实身材也不用那么好，可能你也就放下这个执念了。你一试，关键还是要看体验感，你说呢？就咱不能站在这个外面想，在这幻想，对吧？我觉得这个不真实。我其实就是我们有稍微往那方面试一下，因为那天就没有开过灯嘛，但是我还是没怎么样。不是。然后我就想到，不是这样的，他这个试必须得试到位，他不能就是说浅尝即止，你得试到位，万一能给你一些好的体验感，可能你就不会那么在意那件事儿了。是这个意思。可能。但是如果我跟你讲，如果你确实有这个之后，反正觉得还是很一般，你也不要指望他真的瘦下来了，运动上来了，他就能变好，对不对？咱们就干脆就是知道这不行就是不行算了。我可能我没表达清楚，好像上一次确实是就是有在他家过夜，但是我们没有那个就发生过，就是没办法呀，那就没到位呀，没到位呀。你就是说我对他的感觉还是没到位是吗？不是，是的不到位。这个东西它不到当然是不行，就不到最后一步是不行的。那你试不出来个啥？那你能试出来个啥呀？我的天！
就是在他家我就是在他家过夜，然后我们有就是，哎呀，没用没用，我跟你说了没用，那没用，还是就是得就是真的就是就是 take off all the clothes 是吗？大姐，你在跟我搞笑吗？你29了，你不跟我在这搞笑行不行啊？哎，不是，我就觉得那天好像摸着肚子，那有个屁用啊，大姐，那有个屁用啊，那有个屁用啊！哎呦我的妈呀，你们真的可还行？行，那你觉得我怎么样去就是跟他说，就是怎么去这个说话技巧我要怎么说，然后能尽量让他就是达到我的诉求呢？不可能的，我跟你讲，我们这些人啊想的很简单，从来不妄图改变对方，我们只做筛选，不做教育，因为教育是教育不了的，他需要花长年累月巨额的代价去做这件事儿。这个人他自己要真的变成这样一个人，变成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人，这个得多难呐！那他妈都没有把他变成这样，你凭什么把他变成那样啊？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讲的对，好，你讲的对。然后我下面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不知道我这样的匹配什么样的比较好呢？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呢说我要求太高了。说就是因为澳洲的平均工资可能在年薪6到7万嘛，然后我筛选的话都是10万往上，然后因为我自己也到这样了，然后我问题不大，这男的然后对颜值我还有要求，就是可能要5.5分这样子，就是5分就是普通人，那比普通人稍微好那么一丢丢。问题不大，你的问题不在这儿。那你觉得问题在哪儿？然后我应该瞄准什么样的人去匹配呢？你这个人匹配的不挺好的吗？但是你不能说你连走都不走到最后一步，你靠那想，那靠想有什么用啊？没用的呀。他条件方方面面你处着是舒服的，他条件你也觉得是 OK 的，那你真的得真实的处到一定时长，实在不能接受再放弃。好，你说的对，好吧。那就是你有没有就是对我就是找伴侣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吗？就是因为我朋友都说我要求很高啊，你觉得我要求高吗？还好吧，我不觉得要求很高，还好，我觉得比较正常，只是说有些事儿该做得做，不做那你是不能靠想。啊，好吧，行，那我就还是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去筛选了，就是经济上面也是有要求的，颜值就稍微就5.5这样子。对啊，没问题啊，然后性格就是还要性格软啊，就这样啊，挂了，拜拜。好，拜拜。来回就那几句话，每次喜欢在不停的重复，我不知道有什么好重复的。哎，不是，我跟你们说，女孩子真的有的时候吧，你们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真的。有些人看着跟想的跟实际的它不一样，你知道吗？它不一样。有些东西呢，而且也不是说一定是身材好就怎么样，身材不好就怎么样，那也不是这个说法。那个光环跟实力跟付出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光环，代表他能做什么样的付出吗？不代表，对吧？一个人看着有什么样的光环，代表他真的具备这样的实力吗？不代表，明白了吗？这个是一样的。哎，这10点钟以前的跟10点钟以后的没有区别。10点钟以前光环不等于实力，不等于付出；10点钟以后也是光环不等于实力，不等于付出。凡事啊，我们一定就是要验证，先相信再论证。你没有那个论证过程是不行的，不能靠想象啊，不能靠想象，好不好？哎，你说这本来我们嘛就是挺纯洁一人，每天跟你们弄着在这上高速，很烦，知道吗？万一有喜欢我的小哥哥看了我的直播怎么办呢？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解释我没有经验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解释，我只是因为很有灵性，不是因为我有经验，我只是因为很有灵性。我怎么解释呢？你们说这一天天的累死我了。没有关注的点个关注啊，没有加入粉丝团加个粉丝团，
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或者是链接我们团队1v1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你们给的一个圈圈的入口。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蛐蛐。哎，你说。我是您的老粉，我从一开始坐这个您坐那个椅子拿个雕，现在拿个狗。然后我先说一下我的问题，就是我现在遇到点我想不通的事儿，我就想着一定要来问问你。我先说一下我现在状况吧。我是95年的，我现在没有工作。我男朋友88年的，年收入大概在120个 W 左右。我情况是这样的，我大学时就是兼职做那个酒吧营销，有一点点小积蓄之后，毕业后和朋友开了个小工作室，亏钱就是疫情什么的亏了很多钱，然后也倒闭了，我又去做酒吧营销，就在这期间认识我现在男朋友，他对我还挺好的，然后我当时也觉得差不多年纪，但是3个月后我发现他是围城内，我就把他全面拉黑了，然后他就通过各种方式找到我，反正各种拉扯之后吧，他同意每个月准时准点给我生活费，我们就这样在一起将近了2年，这2年他不喜欢的工作，我这2年就专心在家看书、做饭、照顾他，他一下班我就会做一大堆好吃的，他应酬我就去接他，就我们的生活其实跟普通的正常情侣没什么两样，然后他给我的感觉以及他说的就是他虽然没扯快乐症，但是彻底离开了那个家，然后现在跟父母在一块儿居住，所以除了他的小娃和那位的情况，他的一切东西我都过问。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他跟他妈把我们2个的事情都坦白了。他妈当时就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他说问我要不要出来吃饭，他跟他妈在一起，他妈想见见我。我当时觉得不太合适，我就找理由推脱了。后来我说那个我觉得我们现在状态挺好的，而且你那边那个问题我没解决，我觉得不应该这样。然后我觉得我们对我们的下一步，你要是这样的话，我也觉得很惶恐，我觉得你很不负责任。这1年来我们就再也没提过这个事儿。接着就是我过年了，前2天他突然很郑重的找我商量，他说他妈问他该对我或和那位负责任了，他说如果他扯了那个证，愿不愿意我和他重新组织一个新的属于我们的家庭。我当时就答应了，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知足常乐，而且我身体也不是很好的一个女孩子。我也没多想，我就回家过年了。当时也闲得无聊，我就那个东查西查，我发现他那位的那个私人的某博，就他那位的某博，然后我发现就是像他说那样的，他那位除了对娃，对任何东西都不关心，那个博也是没有任何粉丝的。然后但是我也发现了并不是像我男朋友说的那样，他们住2个不同的房子，他们住在一个房子里，就是没有分开。然后现在还有一条就是那个那位有一条博，我看到还挺惊讶的。我虽然知道我男朋友是妈宝男，但是那条博写的是说因为没有说对做核酸时间，婆婆说因为做事不认真，所以才考了个烂大学。那位说我该不该骂婆婆怎么样的。我现在问题就是蛐蛐，你说他跟我说那个年前的那个问题是真的还是假的呀？你让他做了不就知道了吗，小姐？你这个话问的就很无聊，知道吧？因为就算他不这样，你也没打算跟他分。既然你没打算跟他分，那你就让他自己做好了呀。他自己有这个想法，你就让他搞好了呀。你管他真的假的呢？我还是维持现状就好了，对吧？对呀，你本来也没打算跟他掰，你这小日子过得挺安逸。
然后蛐蛐你说过那个没有那个心理素质就别去翻人家手机或查这查那，我现在特别赞同您的说法。有什么意义？查了你也不准备掰，查了你也不知道我要干嘛呀？我干嘛呀？我在哪儿？我是谁？我在做什么？你都是懵的。我还有就是觉得那个蛐蛐你说这个男的，如果他值得我去争取，或者是以后跟他在一起吗？没有什么值不值得的，因为你压根就没有打算要掰。我现在跟你说掰，其实就挺无聊。你的心态没有任何一个缝隙在这个地方。那我需要调整一下心态吗？这不是屁话吗？你日子过得好好的，我就跟你说这不能搞，这样掰，这有啥好说的呀？你自己的日子是你自己过的，你自己觉得这日子过得还挺好的，我非给你扯这个皮，我又不是你妈。我是觉得这种相处模式我也挺累的，其实我前阵子出去工作，在互联网公司，我都没有办法回家，就见不到他，也做不了饭什么的，我就辞职了。那是谁的问题呢？是你自己的选择嘛，对不对？你恨不得你上个班，你的心心念念的一样念着他，那我跟你出啥？我跟你说啥？你心态有问题，这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没有意义的话，我都不爱说。你的意思就是说，主要是看我自己心里面平不平衡或满不满意。对了，你在一个生活状态里，你活得好好的，你活得挺安逸，你每天养花养草蛮开心。我现在跟你说，你这个生活不对，你赶快给我改。我不是说不是我主观不主观的问题，而是我这么说了有什么价值呢？你脱离这个生活，你又要干嘛呢？你上不了2天班，你又得回去，没有意义啊。但是其实我虽然现在还挺满意，但是我觉得不能这样，我总是想跳脱这个轨道或这种相处模式。就是我跟你说，你自己说的话呀都不真实，知道吗？你想跳脱，你也做了这样的行为，但是你跳得脱吗？你有这个决心吗？有这个毅力吗？有这个狠劲儿吗？对不对？你出去几天又得回来呀？也是。其实，那像我这种性格的话，是不是就真得这样？你本来现在这个生活状态也没出啥问题，他都说他要扯了，你就相信他就好了，让他去做就好了。反正他做与不做，你都是生活在你自己的这个状态里头。明白了，其实就是看我到底舒不舒服。对。然后我从来没有提过扯不扯这个问题，是他自己说的。我就在想，他跟他那位都在同一屋檐下，然后能扯吗？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扯不扯的话？我又没有要求过，我也没有提过。他妈也想让他扯，这就是他为什么要说这个话的原因。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些我想要。他妈想扯，我再回答一遍。这跟你想不想没关系，跟你有没有这个诉求没关系。等于说我就看他怎么做。对。扯了的话就在一起，不扯的话就先暂时这样。对。毕竟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对。如果上班舒服，上班那就按上班来。你要是学的上班舒服，你不就早上班去了吗？你就不会上几天班回来了，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这日子是我帮你过吗？我的脚长在你身上吗？对不对？我们说就是说，其实人就是这样的，你的脚会帮你做决定，知道吧？你根本就是一个，你上不了2天班，哎呀，我还想照顾他，我得照顾他，我怕他没吃好，我怕他没人照顾。那我跟你说这些话干什么？又无无聊嘞，对不对？费不费劲嘞？主要其实是我上班拿的工资太少了。那是呀，你没有这个能力，你怎么拿得多呢？别人都是一上班就一年100万。对，就是我一上班之后，我发现这点工资还不够我一天出去逛个街啥的。对呀，那不就结了吗？
所以就说那我还不如把我那个家里那位伺候好，多逛2次街。想法嘛，这就是你自己给自己的每一次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最后的自我说服模式，懂了吗？你每次做这个想要去挑战的动作，最后都会被哎呀算了，钱太少，回家，对不对？这就是你自己的逻辑闭环。你在这个逻辑闭环里，我去生生打破你这个闭环没有意义，知道吗？行，明白了，谢谢。就这样，拜拜。哎呀，我们看这种东西看得不要了。我跟你们讲，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一个闺蜜，就是她找了个男朋友，然后呢，她就是因为她也是拿着那个男朋友给她的米过生活，她老觉得自己哎呀没有独立生活能力，她老觉得自己这样没有尊严呐，哎呀没有独立性啊，这个那个的，然后呢就想搞，然后呢去开个店，她老公跟她说，哎，走，我们去澳门玩。她一想到，哎呀，我要去澳门大买特买，啪的把店关了。你这个时候你跟她说，哎，你不能这样，你要好好搞店，你要好好搞生意，是吧？有用吗？但他在澳门一下子去一趟，买个大几万，这几万的损失，我劝他，我给他补。最后他要哎呀想着我要去结婚了，哎呀我老公把我养得好，但每个月给我那么多米，我想买什么买什么，最后毕业证不拿，毕业证也不拿了，毕业证也没要。这个东西就是什么，他自己一处在他的脚一旦想跨出这一步的时候，他就觉得哟好塌呀，你懂不懂？就是我的这个脚一伸出，哎呀好烫好烫，哎呀还是回来吧，一伸出，哎呀好烫好烫，我还是回来吧，对不对？这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我现在去苦口婆心的跟你说这话有什么意义呢？没有用啊，对吧？如果你现在的生活遇到了很大的很艰难的这个东西了，卡壳了，哎，这个时候是你非常有强烈的意愿做出改变，这个时候我再跟你说1、2、3、4、5，那么多少有点价值。可是他们的生活是在一个温水煮青蛙的状态里，他现在整个状态很舒适，他的脚一旦伸出去他就不舒适，他强烈不舒适，而且他长这么大，他没有过让自己走出舒适圈的这样的一个野心、能力、狠劲儿，他都没有。然后我在一个旁观者的角色上，我在一个局外人的角色上，我拼了命的拽他，我说你不能这样搞，你一定要出来上班，有什么用呢？我今天费了9牛2虎之力跟他讲，他说好，我上班，电话一挂，上班3天又回去了，信吗？信吗？因为他没有到达他的人生当中极度不适的状况里，他认为自己极度痛苦了，他只有自己极度痛苦了，他才能够改变。谁痛苦谁改变，他得走到那个痛苦的境地，他才真的能改变。他不走到那个痛苦的境地，我今天强行让他改变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觉得，为什么你们的闺蜜劝不明白，为什么你劝了她1万次她还要回头，最后还把你们的关系搞得不好？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它是有边界的，知道吗？为什么我们说不问不答，不求不助，就是这样。他没有到达真正的强烈的要改变他的生活状态的时候，你给他出的那些主意没有价值。我有这个精力，我有这个时间，我不如干点别的，而不是无限的。你看你们去劝你们那些闺蜜离开那个渣男，你不要跟那个渣男在一起，啊，没2天又和好了，对吧？他今天跟你哭得像狗，哎呀，第2天他又和好了。到时候呢，那个男的说你不要再跟你那个闺蜜玩了，他是不是就不跟你玩了？他是不是就不跟你玩了？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你们的青涩的人生当中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那么我请问，对于你来说，你觉得你做这个动作有价值吗？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对吧？所以我们就是什么呢？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是什么，我明明白白的跟你把这个事儿盘明白、盘清楚，放在你面前，最终的决定还是得你自己来做，就是这样。你做了这个决定以后，你自己觉得起码在当下这个时刻，这就是我最想要的就可以了，不给任何人当妈啊！我也会不断的去跟我的团队讲这个话，不给任何人当妈。为什么呢？因为客户会投诉你的。为什么我们的团队他的负责任，他是负责任到什么地方呢？
就是到不给客户当妈的地方。其实我不断的在跟你沟通的时候，是不断的去找到你内心当中现在最想做的那件事儿，而不是不断的把我觉得你应该做的东西强加于你。这个不叫负责任，这个只会让客户最后反咬你一口，因为他现在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他做不了你这个决定，明白了吗？你强行的去掰他是没有意义的，你是掰不过来的。有些人说，哎，曲，为什么你们的直播间那么多不清不楚的关系？你要跟他们说呀，这个是不对的呀，这个说了有什么用呢？那人家男的给他1000万，我跟你说你不能走这条路，我跟他补这个1000万，我能不能给他补这个1000万？说的容易，他脱离了这个，他再怎么生存呢？他现阶段的状态里，他怎么生存？他怎么生活？对吧？他再找不到别的男的，他再回去的时候，好，他自己在外面找不到好的男的了，他再回去再找这个爹爹，这个爹爹杀他的价，我负责吗？我能负这个责吗？你们能负这个责吗？对不对？所以人就是这样的，你真的，你有一天啊，真的明白，不是那个所谓的为你好，它不一定是政治正确的事儿，知道吗？每个人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他在当下那一刻，他能不能做出这个决定？就是我跟你们说，拿不起的选项，它就不叫选项，他没有这个选项，你以为有这个选项，其实没有，他走不了这一步，做不了这个决定，你说了也是白说，对吧？好，大家最后啊，没有点关注的赶快点播关注，没有关注的点播关注，没有加入